男人娶了一个媳妇，要的嫁妆却是小姨子，不仅1分钱彩礼都不给，还要小姨子暖被窝，只因女人意外落水被我所救。为了名声，只能叫我这个街溜子，可我却并不珍惜，反而沉迷喝酒赌博，每次喝醉就对媳妇拳脚相加，甚至为了还赌债，以50块的彩礼将小姨子嫁给了老光棍，而妻子也对我彻底失望，带着3个月身孕掉在了房梁上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。直到此时我才幡然醒悟，怀着对家人的愧疚，我一辈子都没有再结婚，最终郁郁而终。当男人再次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我竟然重生了，重生到了把小姨子卖掉的这一天，也是老婆悬梁自尽的这一天。这小脸蛋可真俊呢，屁股也大，保准能生儿子。小丫头，你姐夫把你拿来抵50块赌债了，你就乖乖跟我们回家。姐夫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你只要不卖我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人我不卖了，你们走吧。你拿我们逗乐子呢？还局上买这大妹子的5张大团结都点给你了，现在你想反悔，老了。我你妈！你个瘪犊子，找死吧！信不信老子攮了你？你过来呀！混你妈！男人猛地发狠，朝着李来福便捅了过来。别动，李来福，把人交给我们，然后滚蛋，不然一枪崩了你。常威，跟我耍横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来啊，开枪啊！你不怕死吗？有种就开枪，不然就麻溜滚蛋。你别逼我，我就逼你了，孬种，可以了吗？一般枪击，我小命就是你的了。我数3下，就3下，1、2、3，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了，你也不中用了。哎，我你妈！我让你动了吗？我你妈！啊！哎呦你妈，大哥！我你妈！我你妈！我今天给你们机会了，你们没把握住，这不怨我。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1个月后再来找我拿那50块钱。现在麻溜滚蛋！姐夫，你不卖我了？小妹，我先回家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走就行。李来福没时间解释，扛着土枪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家里跑去。上一世等自己卖掉许琳琅回家时，媳妇许玲玲已经吊在了房梁上，重生回来，他又怎么能让曾经的悲剧再度上演？当李来福跑回了家中，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冲上去一脚就踹开。此时上吊的绳索已经绑好了，那一刻李来福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，上前一把将许玲玲给抱了下来。老婆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别打我，我知道错了。媳妇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人，我以后再也不喝酒打你了。这样的场景许玲玲已经见识过无数次了，每次喝了酒就打自己，等酒醒了就跪在自己面前忏悔，从来都是言而无信。父母临终前让我好好照顾妹妹，结果你把我妹妹卖了，然后跑回来安慰我，你觉得我能原谅你吗？媳妇，当时是我鬼迷心窍，我没卖小妹，我把她带回来了。姐，就在此时许琳琅回来了，看到房梁上的绳子，顿时什么都明白了。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死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呀？见小妹回来，许玲玲惊讶地看向李来福。李来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就冲我来，不要欺负小妹。媳妇，你放心，我知道错了，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以后我会让你们过上让十里八乡都羡慕的好日子。只是李来福的话在许玲玲的耳中却是异常刺耳，他只祈祷她以后不要伤害小妹就好，否则自己除了去死，根本没有任何办法。见许玲玲不说话，李来福也没再多言，摸了摸肚子，来到了厨房。厨房除了瓮里已经见底的玉米参，啥都没有。自己过的这都是什么日子？随即李来福做了一锅玉米糊端到了2人面前。媳妇，小妹，先凑合着吃点，等会我就去搞吃的。看着碗里稠的都能当浆糊的玉米糊，许玲玲气得身子直颤。家里3天的口粮你一锅就给炖了，你还过不过了？李来福这才想起来，昨天刚从二姐家借了5斤玉米参，就被自己拿上牌桌底钱去了，剩的这2两玉米参还是许玲玲挨了顿毒打才留下来的。没事，媳妇，吃吧，今晚上咱们就能有肉吃，然后明天我就把欠我二姐家的粮食还上。老天爷，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，要这么惩罚我？事已至此，许玲玲也只能先吃了这顿，后面再想办法。小妹饿了吧？快吃吧。许琳琅早就盯着那碗玉米糊了，听到这话立马狼吞虎咽起来。自从来了这奶头山是3天饿9顿，就连以前瞧不上的玉米糊糊都成了人间美味。看着2人近乎风卷残云的吃相，李来福一阵心疼，在杂物间找了几个地笼，又拿了手锄、签子等工具，一股脑的塞进筐里，然后背上土猎枪就离开了家。姐夫这是干什么去了？看起来像是去山里了。你姐夫整天除了喝酒玩牌，就连地里的工分都是咱们2个挣的，你还能指望他去山里找吃的？希望姐夫真能找来东西，要不然真的要饿死了。李来福选择上山是有原因的，他记得上一世许玲玲死后没多久，村长带着村里的民兵在进山捕猎时，发现了几只野山参，因为没有时间抬参，就雇佣了村里包括李来福在内的几个混子，挖出1只给1块钱，李来福这才攒够离开的路费。李来福一边回忆，一边快步向着记忆中低处找到野山参的位置前进。很快，一颗盛行的红果便出现在李来福面前。棒槌。在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70年代，男人竟然发现了一根价值连城的野山参。然而他第一时间却并不是挖参，而是用棍子敲击树干，再将准备好的红绳拴在野山参的枝干上。
随后点燃3根茅草代替香火祭拜山神，只因这是赶山人的规矩，一步都不能少。忙完这一切，李来福才仔细地欣赏起这株野山参，居然是一棵四匹叶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所谓四匹叶，其实就是主茎上长有4层叶子，每层2个杈，总共4个杈，说明这株野山参至少生长了50年。不过在挖野山参之前，李来福先挖了一些蚯蚓，分别放到带的3个地笼里，再将地笼下到附近的一条溪流中。10月份正是腊谷跟格氏马正肥的时候，只要能抓一些，今晚上媳妇跟小姨子就有肉吃了。做好这一切后，李来福才回到野山参的位置开始抬参。抬参不光是体力活，更是个细致活，哪怕一根参须挖断了，都会影响它的价值。李来福撅着屁股足足挖了5个小时，才将完整的人参给挖了出来。主根饱满敦实，参须修长坚韧。李来福凑近闻了一下，参香扑鼻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李来福将野山参用湿润的苔藓包好收了起来后，来到了溪边，将下的地笼给拽了出来。哟呵，出货了！3个地笼加起来总共70多只腊骨，30多只格氏马。天色已然渐晚，李来福将东西收好，就立马朝着家里赶。刚走到半路，就听到一阵咯咯哒的声音，这声音让李来福不由一喜，悄悄扒开草丛，一只又肥又大的野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今天也是掏上了，还能遇到这好事。野鸡这玩意警觉性很高，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能跑老远。此时李来福能依仗的只有手里的土枪，5米远的距离，有把握将其一枪毙命。枪声响起，野鸡倒地，李来福飞快冲了上去，将野鸡拎了起来。看着有小3斤，这下可以给老婆补补身子了。李来福拎着野鸡兴高采烈地朝着家里赶去。姐夫怎么还没回来？估计又去玩牌了，成天说改，可狗怎么改得了吃屎？也许姐夫去找吃的去了呢。饿了吧？厨房里还有点玉米糊糊，我给你热热吧。来福家的，老三在家吗？来福去玩牌了。大嫂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过来当然是有好事了，这是我娘家大侄，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撮合撮合她跟咱家大妹子。大嫂，琳琅还没满18，你竟然让她嫁人？那咋了？女人早晚不都要嫁人吗？嚯，聘礼我都拿来了，这可是肉啊！你嫁给老三以后吃过肉吗？我想着咱这穷乡僻壤的也没举行婚礼的必要了，就让他俩在你这生米煮成熟饭，明天让我大侄直接带着他回去过日子就成。我不同意，凭什么？我也没说要嫁人啊！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嫁不嫁人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没看我在跟你姐谈吗？老三家的，咱俩聊会天，让我大侄跟着小妮子去屋里聊聊。这事我不同意，你们找别人去吧，把肉拿走，我们不稀罕。你不稀罕，老三稀罕啊！他最听我的话了，以后咱们亲上加亲，我让老三少打你几次不就妥了吗？大妹子，咱俩进屋里凉快凉快。你放开我，姐救救我！快放开我妹妹，你们这是在犯罪！许玲玲见妹妹被拽进屋子，急忙上去阻拦，却被周文兰一把推倒在了地上。今天就算老天爷来了，也不能阻止我大侄入洞房。我大侄不就是长得丑了点，有点跛脚吗？配你家这妮子那可绰绰有余。谁不知道你家里成分不好？我的肚子，别给我整这死出啊！老三整天摆得你鼻青脸肿，也没见你叫，我就轻轻推了你一把，就跟我在这装弱女子呢！赶紧给我起来！当周文兰的目光瞥向许玲玲的下半身时，心里顿时一咯噔。这是血，流血了！我就那么轻轻一推，谁知道你就摔倒了？你可千万别想讹我！此时李来福也从山上回到了家。媳妇，小妹我回来了。当李来福看到倒在地上的许玲玲，瞬间火上心头。你特么的，敢打我媳妇！凌空飞起一脚将周文兰踹倒在地。媳妇，你没事吧？快救救小妹！救命啊！听到房间里传来的尖叫声，李来福不用想也知道怎么回事，冲进房间揪住周大狗的衣领往外一拽，直接给扔出了房间。而屋外被打断好事的周大狗也不随手抓起一块砖头奔着李来福去。你敢坏我好事，我先死你个王八犊子！李来福反拿土枪对着周大狗拿着砖头的手就扔了上去，枪托砸在他的手臂上，强烈的痛感令砖头瞬间脱手，接着又是几枪拖下去，疼的周大狗连他小姑都顾不上了，嗷嗷叫着跑了出去。姐夫，就是他带来那个男人想欺负我，还把我姐给推倒了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，怎么胡说八道？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，我做嫂子怎么可能推他？周文兰，这事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李来福来不及跟周文兰算账，抱起许玲玲就朝着村头唯一的大夫老刘头家跑去。大爷，救命！我媳妇怀孕3个月，摔倒后下面出血了。来福啊，你知道大爷的规矩，过了晚上7点就不行医了，你不能让大爷坏了规矩啊！你侄媳妇这都要死了，你还讲啥规矩？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我保证3天之内加倍支付给你。切，家里穷的老鼠进去都得给你扔点粮食再走，还加倍付，你付得起吗？算我欠你一条命行不行？李来福说着便把枪拍在了桌子上。人命关天，您老就别犹豫了。此时老刘头也不敢讲什么规矩了，不看人面也得看枪的面子，连忙让李来福把病人放到床上，随即把起了脉。
大爷，你别光出声不说话，急死个人。小年轻的就是沉不住气，给你开10副中药，每天1副，7天之后就能下床，10天之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不过你媳妇身体有很多暗伤，这段时间最好能给她炖些鸡汤补补身体。如果不好好补，后面孩子能不能保住也是两说。李来福连连点头，他恨不能当场给自己2巴掌。上一世知道许玲玲怀孕，还是她去世之后，也幸好自己之前打她没碰到她的肚子。其实我这副药还差人参，每1副1根细细的参须就能发挥很大的功效，可惜我这也没有。谢了大爷，这钱我这2天就给你拿过来。回到家，李来福将许玲玲放到了炕上。小妹，你现在去烧一锅热水，我炖只鸡，咱们今晚吃。李来福说着，从竹筐里掏出了一只野山鸡。那一瞬间，许玲玲姐妹俩直接惊呆了。姐夫，你从哪弄的这么肥的鸡哦？今天在山里待了1天，除了这只野鸡，还有很多腊骨跟格式嘛。今晚咱们只吃野鸡，明天再吃那俩货。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烧水啊！还想不想吃鸡肉了？媳妇，你放心，大嫂推你这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？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也说不清楚，好像突然就知道了。你先歇着，我去处理鸡肉，顺便帮你把药煎了。此时许玲玲望着性情大变的李来福，内心没有丝毫的感动，反而十分恐惧。他之所以没有卖掉小妹，是不是因为知道我怀孕了，想着让小妹照顾我，等孩子生出来以后再将大人孩子一并卖掉？想到这，许玲玲心里升起了一股寒意，她突然非常迫切的想要离开这个家，离开奶头山，就算自己成分不好，也比待在这被李来福折磨死要强。此时厨房内随着煮炖，野山鸡的香味很快就飘了出来，许玲郎的肚子也不觉咕咕叫了起来。姐夫，等鸡煮好了，我能吃1块鸡肉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你姐多吃点，咱们2个少吃些。她现在可是咱家重点保护对象。足足炖了1个小时，许玲郎的眼睛就没离开炖鸡肉的锅。李来福拿了2根鸡腿1碗鸡汤端给了许玲玲，趁热吃，不够还有。随后又给许玲郎盛了满满1碗的鸡肉，馋得她直接往嘴里塞。2年了，你知道我这2年是怎么过的吗？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慢点吃，太久没吃肉容易拉肚子，以后好日子还长着呢。嘱咐完许玲郎，李来福这才跟着吃了几块肉，喝了小半碗汤，接着伺候完许玲玲喝完药。等彻底忙完的时候，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李来福才躺到了床上。媳妇，对不起，这2年让你受苦了。李来福猛不丁的一句话，吓得许玲玲一激灵。书上说一个人突然转性，那肯定是有所图，我可不相信狗能改得了吃屎。我知道突然这么说你可能不信，你尽管看我以后怎么做吧。我肯定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成为10里8村最让人羡慕的人。我累了，先睡了。李来福知道想改变一个人的看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接下来他将用行动来证明。第2天还不等李来福去找大嫂周文兰算账，老大李长山就带着人过来了。老三，这虎娘们也是今天早上才把事跟我说了，我立马就把她拉过来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咱楼里下居然会出这么一号彪子，认错。老三，嫂子错了，嫂子也是想给大狗找个媳妇，你就原谅嫂子吧。哼，我媳妇差点流产，这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吗？李长山2口子结婚5年多，一直没怀上孩子，因为这事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。如今许玲玲肚子里就是老李家唯一的种，可现在差点被周文兰给整没了。你这个虎老娘们，差点让我们老李家断子绝孙！今天不打死你，老子就是你养的。我不知道她怀孕了，我只是怕大狗打光棍而已。我知道错了，老三救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一整个早上，村里都听到了李长山家的惨叫声。早餐很简单，李来福将鸡肉重新热了热，几个人吃了点鸡肉，喝了点鸡汤就对付过去了。小妹，一会我出去一趟，你吃完了把格式码跟腊骨处理一下，中午给你姐做腊骨吃。姐夫，你又要出去啊？你姐怀孕了，营养必须得跟上，我要出去搞钱，以后不能再过这么穷的日子了。李来福一边说着，一边将人身上的参须剪了9分下来，打算留着给许玲玲加到中药里，将剩下的人参简单包裹了一下，便揣进了怀里，又嘱咐了2人几句，这才出了门。姐，你说姐夫能去哪搞钱啊？这年头不踏踏实实的下地赚工分，能赚到钱吗？你说他能怎么搞钱？狗改不了吃屎，肯定又去打牌了。小妹，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咱们跑吧，这日子我是1天都过不下去了。可是姐，奶头山村离最近的公社都有10多公里，就算跑也得等你能下炕了再说啊。按照老刘头的意思，7天后我就能下炕了，那就再等7天，咱们再走。从奶头山出发，李来福尽管走得很快，但到了镇上还是已经快中午了。李来福四处走了走，最终走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药铺。店里的伙计看了一眼他的穿着后，便没有搭理他。这么大的药铺，连个管事的都没有吗？吵吵把火的，干什么玩意？没看到人在这呢吗？李来福盯着小伙计，冷笑不语。伙计被盯得直发毛。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来了来了，咋还吵吵上呢？二奎，进了咱的门就是客，你瞎咋呼啥？哼，这孩子。小兄弟，山里来的吧？不知道您打算出的事？李来福依旧不语，
从怀里掏出野山参递给对方。鹿头碗口状，五行俱全，绝对是一株不可多得的好参。这个棒槌看着挺不错，只可惜须被剪去了几根，整体品相差了不少，可惜了。开个价吧。掌柜的微微一笑，伸出了2根手指头。掌柜的，这可是50年份的4匹野，就算去了供销社也不止这个价，再抬一抬。可不是咋的，现在鼓励公私合营，买药材都得走供销社。我也是冒着风险跟你做的这笔买卖，咱有一说一，这身须子断了，供销社估计压价压得更狠。除了20张大团结，我还需要10斤肉票、10斤粮票、20尺布票，另外再来几张糖票、肥皂票之类的。如果能接受，咱就交易，要不就算了。这年头买东西不但需要钱，还需要票。像李来福这样的农村人，光有钱也没有用，啥都买不了。既然是第一次合作，那老哥就让一步，我马上让伙计去准备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来福拿着巨款开开心心的离开了，而药铺掌柜却起了歪心思。二奎，你去找彩酒，让他找几个人跟着这小子，等进了山就插了他，把东西都拿回来。掌柜的，这可是犯法啊！这小子面生得很，估摸着只是运气好，碰上了大伙，一锤子买卖的生意。再说大山里来的，路上碰到土匪、野狼也是常有的事，谁能确保在山里出不了事？想要发家致富，不但得有眼力劲，还得有点手段。快去吧，机灵点，别天天糊了吧唧的，就知道打架斗殴。知道了，掌柜的，我这就去。出了药铺，李来福直奔供销社，买了2袋白糖、1块肥皂和30斤白面，足足塞了满满一麻袋。就是在买肉的时候犯难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太穷，每天供应的猪肉都是有限的，基本肉刚开卖就被抢光了。眼看着中午供销社也下班了，李来福瞅准了卖肉的董德胜，一从供销社出来就跟了上去。大哥，下班了。又是你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没有肉了，你怎么听不明白话呢？哥，你过来，我有别的事跟你说。李来福一阵挤眉弄眼，带着董德胜来到了旁边一个角落。有啥事？你快点说，我媳妇还等着我回家做饭呢。哥，这是10斤肉票，我只要8斤肉，剩下2斤你拿着买些肉补补身子。兄弟，不合适吧？你这不是投机倒把吗？不，咱们是兄弟，这2斤是我送你的。你弟妹怀孕了，昨晚上又摔了一跤，大夫说必须要好好补一补。我这大清早从山里赶来，可还是来晚了。这要不是没办法，我也不会出此下策。我看你也是个实惠人，还这么疼媳妇。我董德胜最欣赏的就是疼媳妇的汉子。肉票你就不必格外给我了，我只能说肉虽然有，但是不多了。你在附近等着我，1个小时后我给你拿5斤过来，3斤肥的，2斤瘦的，行不？太行了，我的哥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大恩不言谢。跟我俩客气啥？都哥们。行了，我先回家吃饭了。李来福随即来到不远处的饭店要了碗面，正准备吃时，却看到一个年近80的老头站在店门口，正用白开水就着窝窝头吃。李来福将他招呼过来，给他叫了碗面。使不得，小伙子，你这碗面得4毛钱，我可没钱给你。大爷，相遇就是有缘，1碗面而已，也不是啥好东西，你就吃吧。我这是碰到好人了。说实在话，我1年多没吃到白面了，真香啊！大爷，你一把年纪了，怎么一个人跑公社来了？跑了一辈子山，老了跑不动了，想着把这把弓卖了，换点过冬钱。可人家供销社嫌我的弓太就不收。你这弓我看着不错啊。那可不咋地，我这把弓身可是用这木制作的，弓弦都是用的上等的马鬃。当年制作这把弓，足足耗费了我3个月的心血，可惜他们不识货。大爷，我给你1张大团结，您割爱，把这弓让给我怎么样？上一世李来福可是一位弓箭爱好者，水平虽然不敢说指哪打哪，但至少也是个10发9中的神箭手。哎，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虎？供销社都不收的东西，你张口就是1张大团结。你能喜欢这把弓，那说明咱爷俩有缘。这弓还有这20只野猪腿骨制作的弓箭，大爷就都送给你了。老头干脆的倒是让李来福不好意思了，他本来就是先看上了弓，才请人家吃的面，没想到老头这么敞亮。大爷，这钱你要是不收，我都怕这弓没什么准头。另外，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，这钱就当咨询费了。以后如果有打猎方面的问题，我也可以请教你。你这我，哎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吃过饭，董德胜拿着一个油纸包找到李来福，偷摸塞进了他的袋子里。兄弟，这事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，被发现了我可是会受处分的。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嘴严着呢，我马上就要回山里了，等过段时间再来给你带点山货。李来福说完便背着麻袋就往家走，只是他没有注意到，在他离开之后，立马有4个人从暗处走了出来。先说好，他买的肉是我的，我们家可是5天没见荤腥了。放心，掌柜的只要钱，其他的东西你们直接分了就得了。咱们赶紧跟上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就动手。几个人一路跟着李来福走进山中，但是到了附近人却突然消失了。这王八犊子怎么一个不注意人就没了？真是见鬼了！看样子那小子是钻进林子里去了。九哥，难不成是这小子发现了咱们跑了？二奎的声音刚落，
远处一支箭便贴着他射了过来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弓箭已经射穿了柴九的大腿。兔崽子，偷袭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给老子滚出来，咱们单挑啊！李来福并没有露面，只是继续对着威胁最大的柴九拉弓射箭。见到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，李来福这才出现在几人面前。都特么的别动，谁动射谁。兄弟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们也只是为了赚钱。这次我们栽了，我们认怂。然而李来福却没搭茬，反而看向一旁的药铺伙计。你瞅啥？二你个头！把火药跟铁砂交出来。兄弟身手不错，以后跟着九哥我干吧。李来福却并不搭话，捡起地上的东西，后退着消失在了树林里。这小子是个老手，早就知道我们想黑吃黑，故意把我们引来着的。那九哥，咱们要不要多叫点人过来？你小子这做事真没鸡驳白哎！人家放了咱一条生路，你居然打算恩将仇报？回去告诉你们掌柜的，答应给我们的钱1分都不能少。等李来福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小姨子许琳琅正准备做晚饭，当看到李来福时，吓得躲得老远。姐夫回来了。我有这么可怕吗？至于躲这么远吗？没有啊，是突然进来人吓了我一跳。你打牌赢钱了吗？谁说我是去打牌了？没谁，不是我姐说的。今晚做个酱焖格是吗吧？口味清淡一些，你姐现在不能吃重口味的。李来福说着便从袋子里将大酱、酱油等调料掏了出来。姐夫，你居然赢了这么多东西，今天手气很好吗？谁去打牌了？我这是去公社买来的。再说了，谁家打牌能把调味品给压上啊？你都能把小姨子压上，人家还不能把调味料压上吗？就在许琳琅疯狂吐槽时，就见李来福从口袋里陆陆续续的掏出了白面、猪肉、白糖。姐夫，你说这是你买来的，你哪来的钱啊？我卖身换来的。卖什么身？卖谁的身？你难道又把我给卖了一次吗？李来福，我求求你放过小妹吧，她只是个孩子。你要是想卖，你把我给卖了吧。媳妇，你在说啥胡话呢？你以为这些是拿小妹换的吗？不然呢？我都听到了，你说卖身换来的。你除了卖小妹的身，还能卖什么？我说的卖身是卖人参。我昨天在山里挖到了一只野山参，今天去公社卖了。我就算真打算卖小妹，人家连人都没见着，怎么可能给我这么多东西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媳妇，我说过我会改，就一定会改。我要是骗你的话，那就天打雷劈。看着李来福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许琳琳没敢回话，因为她知道这个男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。现在有可能是走狗屎运挖到野山参，心情好，等新鲜劲过了，还是会继续喝酒赌博。赌徒的话是最不可信的。本来想着回来早了给你做红烧肉的，结果遇到打劫的回来晚了。今天就先凑合着吃顿疙瘩汤吧，明天再给你们做红烧肉。很快，白花花的疙瘩汤和酱香格式嘛便被端上了桌，味道香的许琳琅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下来了。姐夫做东西这么好吃，怎么可能会是打老婆的暴力男人呢？是因为从小失去父母，受刺激才性情大变的吗？一家三口很快就干完了一锅格式玛和一盆疙瘩汤，一直以来过的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贫苦生活，这一下突然吃得太饱，让许琳琳姐妹俩都感觉不太现实。媳妇，小妹，今天就是咱们家新生活的开始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，成为全村、全公社，甚至是全县最富裕的人。说到激动处，李来福坐到炕上，将许琳琳搂到了怀里。在这个保守的年代，尽管只是不太亲密的动作，却还是让许琳琳红了脸。你干嘛？小妹还在这呢。哎呀，我困了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我自己媳妇在自家炕上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媳妇，咱们睡觉吧。姐夫怎么能当着我的面跟姐姐那样？真是羞死人了。这一晚许琳琳睡得很安稳，不再像之前总是在噩梦中被惊醒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许琳琅便被香味香醒了。姐夫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好香啊！香吧，擀了手擀面，早上给你们做肉丝面吃。就在李来福端着面条转身时，却不小心碰到了许琳琅。这年头物资紧缺，有衣服穿就不错了，谁会在里面再加一层？牛掰！你这孩子，这么冷的天，不知道多穿点。哼！很快，热腾腾的肉丝面便被端上了桌，三人一人一大碗，吃的是满嘴流油。等会我去把药钱给老刘头送过去，然后就进山，估计回来又得天傍黑了。你们不用等我吃中午饭了。那你可得小心啊，姐夫！眼看着天一天天凉下来，找不到食物的野狼、熊瞎子，有可能会从深山里出来。放心吧，我认识一个老猎人，教会了我不少打猎技巧。几人说话间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是李来福的大哥带着周文兰来了。怎么，大哥你也是来替我嫂子家的侄子说媒的吗？说啥媒？我是来替你嫂子跟弟妹赔礼的。这东西是他侄子拿来当聘礼的，现在当成赔罪的东西，拿去让弟妹补补身子。大哥，不是我说，我大嫂要是闲不住，还不如去队里多赚几个工分去，管什么闲事啊？要不是看她是我嫂子，我早把她给废了。放心吧，等那婆娘好了，我让她来伺候弟妹。无论如何，弟妹肚子里的孩子一定要平安健康的生出来。东西你拿回去吧，家里有肉。哟呵，可以呀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昨晚赢回来的嘛？咋的？对方祝老千失手了？戒了，
以后都不赌了。肉是我昨天进山挖了些山货去公社卖了，换回来的。山货那玩意能赚几个钱？还是赚工分踏实稳定？两人又闲聊了几句，李长山就回去了，而李来福则去了老刘头家。一家人正打算去队里干活，见到李来福，顿时被吓得不轻。来福啊，我家老爷子那点药材都抓给你了，他这年纪也没法上山采药了，要不你去公社看看？误会了，不是，我不是来抓药的，我是来给刘大爷送钱的。你送钱？把小姨子都能卖出去的主，还能上杆子送钱？这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呀！是来福啊，你媳妇没事了吧？多亏了您老，已经没有大碍了。这是药费，钱我也不知道够不够，就拿过来了这些，不够我再给你拿。大团结，这小子整天喝酒赌博，从哪儿弄的这种大面值的钞票？不会是偷来的吧？嫂子，你们别多想，我是在山里挖了点山货，昨天在公社换的钱。大爷可是我媳妇的救命恩人，欠谁的钱也不能欠他老人家的钱，不是？你这孩子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我刚泡了壶黄金草，要不要一起来喝点？黄金草号称大哥喝了大嫂笑，东北一般俗称嗷嗷叫。不了，趁着大清早，我再进山看看。李来福这次选择了一条比较崎岖的山路，这只野山参大概30年份，当初是最后才发现的。不过因为离这村子最近，所以李来福才优先选择它。虽然这只野山参只长了30年，但它的参须比上次那只50年份的还要多，还要密，想完整的挖出来，只能细致耐心的操作了。来到野山参的位置，挖了2个小时才挖了1/3，眼瞅着快中午了，李来福有点口干舌燥，便暂停挖参，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溪边喝水。突然入耳的嗡嗡声，令李来福不由得一激灵。采水蜂。采水蜂一般只在离巢穴很近的地方采水，而且看回巢的蜜蜂飞得并不高，也就在3米左右，说明它们的蜂巢应该距离这地方300米之内。这不就掏上了吗？就这还不行动，那不成二愣子了吗？眼瞅着采水蜂在采完水后朝着一个方向离开，李来福立马小跑着跟了上去。采水蜂晃晃悠悠地飞进了巢穴，这个蜂巢位于树洞之中，藏得十分的隐秘。幸好李来福是跟着采水蜂来的，要是让他自己找，还真不一定能找到。这不就是天然的营养剂吗？媳妇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，这些蜂蜜慢慢吃，怎么也够吃上2-3个月的了。可惜的是，李来福的手里目前没有合适取蜂蜜的工具。既然已经知道蜂巢的位置，等明天带了趁手的工具再来取。当务之急还是赶快把人参给挖出来。左右观察了一圈，李来福找到来时的路，返回到了野山参的位置，又撅着屁股挖了2个小时，才顺利的将完整的野山参挖了出来。看着品相甚至还要好过那只50年份的，照例打包好。李来福拿出了弓箭，打算在四处碰碰运气，万一再遇到野鸡，那今天媳妇的鸡汤可就有着落了。循着来时的路，李来福故意转了一圈，想等着野鸡归巢时寻找他们的踪迹。只可惜今天选的这个地方并没有野山鸡的踪迹。眼瞅着太阳即将落山，李来福也不得不往回赶。怎料刚要走出大山，李来福却突然听到了轻微的悠悠声，像极了鹿鸣声，立马循着声音过去了。拨开草丛，就看到2只梅花鹿正在觅食。怪不得刚刚听到撞树的声音，还以为附近有人在砍树，闹了半天是这家伙在通过撞树的声音吸引母鹿出现啊！李来福也立马将公妈买咸，准备等雌鹿吃饱之后再对雄鹿动手。然而让李来福始料未及的是，雄鹿却突然挣扎起来，对着远处悠悠叫，然后似乎是力竭般倒在地上。我操！这么迅速的吗？吃了你的肉不会像你这么虚吧？眼看着雄鹿起身，瞄准的弓箭立马射出，正中雄鹿脖子。雌鹿受到惊吓，立马跑步。然而倒霉的雄鹿哪能想到自己一发入魂之后就被别人一发入魂了，跳起来就朝着一处跑去。只是跑了不到10几米就倒在了地上，挣扎着爬不起来了。李来福以防万一又在他的心脏补了一箭，确保雄鹿真的断了气，这才小跑着过去。这家伙得有200斤，要是扛回去，半路就得被累死了。左右看了下，李来福就地取材，找了几根手臂粗的树枝，使用藤蔓编成了一个爬犁，将这只梅花鹿拖到爬犁上后，就拉着朝着家中赶去。姐夫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他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危险？真要出事了，那正好，咱们解脱了。那咱们2个女人，再加上以后还得养孩子，日子过得得多苦啊！跟着姐夫至少能吃顿饱饭。瞅你那没出息的样，等哪天他新鲜劲过了，指不定又得打人呢。那人脾气阴晴不定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唉，那倒也是。许琳琅坐到椅子上，眼巴巴地盯着院门，既希望姐夫回来，又想着他直接死外面。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坐立难安，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，李来福才拖着爬犁回到了家。许琳琅立马迎了上去。姐夫，你回来了！好大一只梅花鹿呀！路上遇到了这只梅花鹿，不然能提前2个小时回来。小妹，你烧过热水，一会我得把鹿皮给扒了，不然明天不好收拾。许琳琅连连点头，立马跑着去烧水。李来福则拿出2斤肥瘦相间的猪肉，切成块，放锅里炖上。趁着炖肉的时间，李来福足足用了1个多小时，才将鹿皮完整的扒下来。这梅花鹿的皮又密又厚，倒是可以给媳妇做一件棉衣，御寒效果肯定很不错。紧接着，李来福再将梅花鹿开膛破肚，淘洗干净，分成好几份。这时红烧肉也做好了，
香味早就弥漫在了整个院子，馋的许琳琅已经进出10几次厨房。终于等到红烧肉上桌了，许琳琅夹起一块就往嘴里塞。姐夫，你红烧肉做的真香啊！哎呦我，这叫一个地道！不到20分钟，2斤红烧肉，10个饼子全进了3人的五脏庙。就在许琳琅起身准备到院子消消食时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开门，快把我们媳妇交出来！听到门外的声音，吓得许琳琅一溜烟的跑回了屋子。是前天那2个人，他们是来抓我的吧？姐夫，你可得救我呀！大晚上的过来，来者不善呢。放心，有我在呢，你们就在屋里待着，千万别出去。李来福说完，便拿着土枪出了门。吵吵巴火的干什么玩意？三叔，就是他，我跟老二把钱点给他了，可他不但反悔，打了我们俩，还抢走了我们的枪。小子，我这2个侄子从小父母双亡，好不容易讨个媳妇，还被你给扣下了。老老实实把人和枪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可就上门抢人了。没错，交人交枪。哼，你们几个套路我，故意让我把我小姨子输出去的，以为我不知道。本以为你们自知理亏，这事就算了，没想到你们这么不要脸，还敢跑来跟我俩吆5喝6的。我尼玛！不给是吧？那我们就上门抢人。我看你们谁敢往前一步，今天谁也别想从我家带走人。怎么还抄家伙了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都这么冲动干什么？来福，把手里的家伙放下。村长，那俩笨货欺人太甚，反正老子贱命一条，带着他们这些人死，那也值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万事好商量，这事我帮你们办。见村长这么说，李来福这才放下枪。村长，你问问他们，是不是给我下套了？敢不敢承认？我你妈！给你下套又咋了？坑的就是你的白痴！我他妈！老二闭嘴！那个青年火气很大，毫不犹豫就承认了，气得三叔恨不能给他一脚。真他妈的白痴！这事是能当面承认的吗？村长，你听到了吧？本来就是他们下套，现在还敢跑来抢人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你让民兵连的人过来，明天一早就押去公社，咱去公社评理去。且慢且慢，李村长都说不是大事了，咱们万事好商量。虽说他们下套不对，但是你也不能打人啊！你看把他俩揍的这2天都下不来炕。承认给我下套了是吧？那牌局上的事我就不追究你们的责任了。对了，这枪还你们，这是咱们一笔勾销。至于他们兄弟俩挨打之事，我给他们5块钱，算作他们的医药费，没问题吧？我你妈！明明是50块，你一下缩水成了5块，你拿我们当冤大头啊？5块钱看病也不少了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不过来福，人家到手的媳妇跑了，他们还大半夜的找过来，5块也的确拿不出手，要不最多10块，要么你们走，要么咱们继续干，你们自己决定。行吧，这是我作为他们长辈替他们做主了。三叔立马接过钱，大手一挥，这事了了，咱们走。哼。叔，谢谢你帮忙解围，明天一早我过去。我是村长，还是生产大队的队长，有责任跟义务帮你。行了，夜深了，回吧。李来福回到屋，就看见许琳琅坐在床上哭。我不是说我会解决的吗？你咋还哭上了？我没哭，只是眼里不小心进沙子了。姐夫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们也早点睡。许琳琅说完，逃也似的回了自己屋。媳妇，咱们也睡觉吧。许琳琳什么也没说，直接朝一旁侧过了身子。李来福立马躺了过去，从后面抱住了她。真香啊，媳妇，我买的香皂你们用了？看到有就用了，对不起，没经过你同意。媳妇，我爱你。突然的告白让许琳琳有些不知所措。以前的李来福对自己非打即骂，根本就是把自己当成发泄的工具而已。李来福轻轻抱住她，感受着怀中她微微的颤抖。李来福心中满是悔意，他发誓从今往后，这个怀抱给予他的不再是恐惧，而是守护与温暖。他要用余生去弥补每一个曾经的过错。媳妇，睡吧。就这么结束了吗？为什么会有点小失望？第二天许琳琳醒来的时候，李来福已经将饭菜做好了。姐夫，姐姐起来了，可以吃了吧？吃吧，你这丫头简直就是个小馋猫。听到李来福发话，许琳琅立马抓起一张饼狼吞虎咽起来。对了，媳妇，你知道咱家以前盛白糖的木桶在哪不？就在灶台下面，好久没用了。你买的2包糖，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用，就没拆。好，昨天在山里看到一窝黑蜂，今天去搞点蜂蜜。姐夫，小心被蜂蛰，要不我陪你去吧，给你打下手。你在家伺候你姐，咱家里你姐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帮我绑2块鹿肉跟鹿骨，我给大哥还有村长家送点，让他以后不给咱家安排下地干活的任务了。另外电线也得拉上，一到晚上就没个光亮。你姐现在怀孕了，没有电灯不方便。花那冤枉钱干啥？虽然你挖人参卖了钱，可也不是这么个花法，毕竟1度电1毛钱呢，1个月下来还不得好几块钱啊。没事，媳妇，只要你好，老公干啥都值得。
说完，李来福带上掏蜂蜜的工具出了家门，先去了大哥家。周文兰见到李来福，连忙从屋里跑了出来。老三，你哥已经打过我了，我也知道错了。我大哥呢？来福来了。见李长山出来，李来福立马掏出了一大块鹿肉。昨天在山里猎了一头鹿，给你拿了点肉，还有骨头。哎，你好不容易打到一头鹿，还给我干啥？我跟你嫂子一直在赚工分，不愁吃喝。当家的，咱都半个月没见到欢星了。想要孩子也得补充好营养啊！咱俩一个比一面黄金瘦的，人家老三看咱俩可怜。我嫂子说的对，再说这头鹿110斤，我们一时半会也吃不完，你收下就是了。说完，李来福直接让周文兰把东西给踢走了。来福，打猎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还是得去队里赚工分啊。如今弟妹也怀了，你踏踏实实去队里参与开荒，以后我们也帮衬着，还怕养不大孩子？放心吧哥，我心里有数。李来福不想听李长山唠叨，小跑着离开了。这大哥人是好人，就是太老实了，只知道干活。不过既然重活一世，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同时，也不能亏了大哥二姐一家。想着这时已经来到了村长家。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啊。叔在家吗？快把酒菜都收起来，李来福来了。这边酒菜刚收走，李来福就进了屋。叔，昨天我在山里猎了一头鹿，给你拿过来了些鹿肉，4、5年的公鹿，肉筋道得很。你这孩子来就来呗，还拿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昨晚上你帮我解围，我来感谢你。愚公，我是村长，出了事儿我肯定得出手。于私，你是我大侄，我能看着你受委屈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就跟叔说。还真有个事，你侄媳妇不是怀孕了吗？前几天摔了一跤，目前正在家喝药保胎，我让小妹在家照顾她，怕是没法去队里开荒了。这还叫事吗？说一句话的事。再有就是我想着给家里扯上电，估摸着邻越来越不方便，安上电灯我心里也踏实。您放心，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我不赊账。行，叔帮你联系，就这2、3天吧。跟村长聊完，李来福这才放心的进了山。早上的山林依旧笼罩在薄雾之中，露珠在草间闪烁，清新的草木香弥漫，鸟婉转啼鸣，还有那可爱的松鼠在树枝间。哎，松鼠，这回松鼠已经开始储存过冬食物了，跟着这只小家伙，肯定可以赚一波大的。李来福跟在后面晃悠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来到松鼠藏东西的地方，是一棵半枯的树，树干几乎空心了，只有一条5、60公分长、1公分宽的缝隙。李来福打眼一瞧，好家伙，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山核桃，这下真发财了。李来福二话不说，抽出短刀就撬起了树缝，只要把口子开大点，里面的干货就能全部掉落出来。松鼠在树枝上吱吱叽叫，似乎在为李来福加油助威。李来福也是不负曙光，很快就撬开了一个10几公分宽的口子，一时间里面的山货哗哗啦啦的往外倾泻。榛子、橡果、山核桃，居然还有松茸、松树菇、牛肝菌。李来福立即将这些山货装进麻袋，足足装了5、60斤。听着松鼠尖锐的叫声，李来福也热情地摆了摆手。行了，我走了，别送了。找了个隐秘的地方，先将这些山货藏了起来。李来福只带着取蜜工具，来到昨天发现的蜂巢旁，找了些干草堆了起来，点燃后又在上面堆上了一些鲜树枝，烟雾顿时浓郁，随着微风朝着蜂巢吹了过去。这季节的蜜蜂太活跃了，攻击性也强，只有将它们都熏晕过去，才能安安心心的割蜂蜜。大概10分钟之后，李来福灭了火，快步冲到了蜂巢前。硕大的蜂巢是由蜜皮、籽皮、粉皮等多部位组成的，储存蜂蜜的蜜皮呈不规则的扇形悬挂在树洞中，足有7、8扇。李来福利落地割下来5扇，将木桶装了个满满当当，又在籽皮部位发现了几层蜂蛹。这可是好东西。他毫不犹豫地取走3层蜂蛹，收拾妥当后迅速退开，得记好这地方，等明年开春还能再来收一波蜜。刚过正午，李来福已经收获颇丰，便准备早点回去，明天将山参出手。只是远处突然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，更有大树被撞击的声音。李来福心头一紧，迅速爬上路旁一棵大树，刚在7、8米高的树杈上站稳，就见一个10多岁的少年急速奔跑而来，身后还紧跟着一头野猪。这小子怎么惹上这么大的家伙？这野猪少说也有300斤。只见少年直奔李来福藏身的大树跑来，在即将撞上的瞬间猛地蹬踏树干，借力躲向一侧。野猪收拾不及，轰地撞在树上，巨大的冲击力震得树上的李来福浑身一颤。下一秒，猎枪响了，大量铁砂喷射而出，朝着野猪的身体招呼。野猪惨叫一声，趴倒在地。嘿嘿，这种成年的大野猪啊，平时2、3个猎户联手都不一定搞得定，这次自己不仅独立击杀，还能给村里分肉，看谁还敢说我是毛头小子。可就在少年准备上前查看时，那野猪竟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，再次朝他猛冲过去。不好！接绳子！少年本能的想逃，却见一根绳子突然垂到面前，他来不及多想，死死抓住绳子。就在他被李来福吊起的瞬间，野猪擦着他的屁股猛冲过去。野猪抬头看到树上的2人，立即发疯般撞击树干。我说兄弟，你不要命了吗？一个人猎杀这么大的野猪！哥，
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。我本来计算的好好的，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，还是失败了。就你那土枪，威力太小，根本破不了防，再来一枪也未必搞得定野猪。那可咋整？我试试照他鼻子射一箭，看看能不能把他吓跑。哥，那你可得瞄准，不然咱俩都得交代在这儿。李来福屏息静气，双眼死死地盯着野猪。在他撤退几步，准备再次发力时，立马松开了弓弦，一发入魂，正中野猪鼻子。野猪惨叫一声，掉头就跑。哎呦我的哥，神箭手啊！这要是铁箭头，绝对能破了野猪的防。你以为铁质箭头这么好找吗？我又不是手艺人，快下树回家，小心野猪杀个回马枪。哥，我们村有个手艺人会制造铁箭头，我后天一早带着20只铁箭头在这等你，咱俩一块把那头野猪给办了。那头野猪太大了，除非设陷阱，否则铁箭头也没戏。你哪个村的？一个人就敢来猎野猪？我铁北的，这次就想着碰碰运气。巧了，我二姐嫁的就是铁北，后天我正好去给她送东西，你帮我托你们村的手艺人打20只铁箭头，我按1只1块钱给你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回去就帮你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到了怎么找你？我叫郭19，因为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村里的19户人家把我养大的。你到铁北一问就知道我。跟郭19约好之后，李来福这才回了家。姐夫，今天回来的早啊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弄蜂蜜，早点回来休息一下，明天去镇上。晚上李来福做了一份红烧鹿肉，又用松鼠热情相送的菌菇做了一锅汤。心情大好的他刚拿出半瓶烧刀子，谁知原本还挺正常的许玲玲突然身子一僵，坐在床上流起了眼泪。媳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想起了些不好的回忆。李来福顿时想起以前的他喝完酒就对许玲玲非打即骂。有一次他伤得半个月没下来床，从那之后许玲玲就留下了心病，只要一见他喝酒就吓得直打摆子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扰了你的兴致，我只是……媳妇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说完，李来福就把酒瓶里的酒全部洒在了地上。许玲玲当场震惊了。整个奶头山谁不知道李来福有3大爱好：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不是玩牌。可自从上吊事件过去之后，他竟把喝酒、玩牌这2样都戒了。姐夫，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啊？我总觉得像在做梦一样。人总是要改变的嘛。我有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媳妇，当然要好好过日子。我要让我的老婆孩子成为整个公社最幸福的人。我以后的男人也一定要像姐夫这么志向远大，这才是真男人。吃过早饭，李来福照例把野山参塞进了怀中，又用麻袋装起了那对鹿角，便前往公社。路过上次出货的药铺，李来福瞥了一眼，扭头便朝着另外一个药铺走去。哎，兄弟，都到门口了，咋不进来？又有好东西了。东西是有，可我怕死。上次赔了夫人，又这病，光柴酒就要走了5张大团结。本以为他是个新手，没想到如今又揣着大货路过，却连门都不进。掌柜的，这小子怀里鼓鼓囊囊的，肯定又有好货，咱们要不要去举报他，搞他个投机倒把？你一个彪货，他若是主犯，那咱就是从犯，你还想不想混了？对不起，掌柜的，我只顾着替您出气了，没往别的地方想。整个公社除了供销社，也就2家药铺。李来福本来想去另一家，可经过一个叫做山宝阁的铺子时，却被门口一位美妇叫住了。靓仔，有出货吗？收野山参吗？收的呀，姐姐保证价格公道，快里面请。李来福将鹿角放到一旁，从怀里掏出野山参递了过去。哇，真是好东西，好久没见到这种成色的货了。我给你25张大团结，怎么样？25张？原本以为20张就算顶天了。我看到你的诚意了，不过我还需要一些烟票、肉票、肥皂票、盐票、火柴票、豆腐票等等。如果您能帮我弄到，都可以从货款里扣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联系人给你搞票。美妇立马进了里间，不知道给谁打电话凑票去了。不一会儿就快步走回。抱歉啊，靓仔，其他票都有，就是肉票不好搞。要不这样，我直接给你5斤五花肉，25张大团结不变。至于其他的票跟猪肉，算做这对鹿角的交易，你看行不？没问题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一个男子小跑了着进来，在看到那只野山参后，明显愣了一下。小兄弟，你要的钱跟各种票我已经带过来了，你点一点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，我相信你们。小兄弟，你能挖到这么完整的野山参，真是太有实力了。我们的铺子是专门收购山货的，以后你有啥好东西，尽管拿过来，我保证给你全公社最公道的价格。李来福冲男人点了点头，这才离开了铺子，来到供销社，又是一次大采购，这才满意的拎着大包小包的往家赶。临近中午，许玲琅2姐妹正准备吃午饭，一个40多岁的女人突然闯进院子，张嘴就骂：一家子白眼狼，长辈上门了也不知道出来迎。是来了，赢了，这个女人衣冠胡搅蛮缠，你别跟她吵。姐，我知道，我这就把她给打发了。许玲琅硬是挤出个笑容。2婶来了，吃饭了吗？要不进来一块吃点。
正好饿了，就在你们这对付口吧。魏局的操作给许琳琅整不会了。我只是客气一句，他怎么还当真了？哟，老三家的这事儿多娇贵呀！大中午的就躺着了，还当自己是城里的小姐呢。二婶，我前几天摔了一跤，这段时间在保胎，不敢下地。哼，你们城里女人就是金贵，小磕小碰就不行了，哪像我们农村人，生产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。当魏局见到桌上的鹿肉，不由眼睛一亮。你看看，不干活还吃这么好。魏局也不等许琳琳说话，一屁股坐到餐桌上就开吃，边吃还边嘟囔：“我听说老三打了一只鹿，给老大跟村长都送了，我就纳闷了，他二叔是哪里得罪他了，居然不给我家送几斤？想想他爸妈刚死那会儿，我看他可怜，还给过他几个玉米饼子。要不是那几个玉米饼子，他能活到现在吗？”一顿风卷残云，桌上的鹿肉被魏局吃得干干净净。魏局大步走进厨房，将房梁上的2斤猪肉和一条大鹿腿一把拽了下来。我也不多拿，这些就够了。二婶，你想要等来福回来了，我让他给你送点去。你现在拿走了，他回来会揍我的。老三打你，那不很正常吗？谁没被自己男人打过啊？许琳琅忍不住上前，将鹿腿抢回怀里。二婶，让我姐夫亲自给你送过去，那多有面儿，让乡亲们看见您自个儿来拿，还以为是抢呢，这传出去多磕碜。你这小丫头片子，还敢到我手里抢东西？魏局趁机用力一扯，又把鹿腿夺了回来。老三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算什么？也敢管我们李家的闲事儿？你不经过同意就拿我们家的东西，你这是抢劫！这是我侄子家的东西，我哪有怎么着了？要不是当年我那几个玉米饼子，老三早就饿死了。这些都是我应得的，你敢再拦着我，看老娘削不削你！魏局长得5大3粗，体重接近200斤，她们姐妹俩一起上都不一定打得过。小妹，让她走。学学你姐，以后嫁了人才会少挨揍。呸，啥也不是。姐，他把咱的午饭全都吃光了，还抢走了肉和鹿腿。姐夫回来了可怎么办啊？许琳琳无力的眼神透着绝望。别哭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再让他打一顿出气就是了。姐妹俩正无助时，李来福回来了，一眼就看到许琳琅脸上的巴掌印和泪痕，脸色瞬间沉下。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许琳琅偷偷看了姐姐一眼，尽管许琳琳冲他直摇头，但他还是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当家的，你别怪小妹，她是觉得这个家得由你做主，不经过你同意就把东西拿走。小妹是在维护你这个一家之主。姐夫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要不我去给二婶道个歉。他抢了我们的东西，还打了你，你还给他道歉？谁给他这么大的脸？每次二婶拿那几个玉米饼子说事，你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最后不了了之，甚至还会怪小妹说二婶的坏话。可今天怎么不打算给二婶脸了？小妹，你先做个疙瘩汤凑合吃一顿，我去二婶家把东西要回来。姐夫不会跟那个女人打起来吧？他二婶很泼辣，连二叔都治不了他，你姐夫可能会吃亏。要不我去看看？算了吧，你姐夫顶多是被骂出来，你去了再挨顿揍怎么办？李来福怒气冲冲地来到二叔家，还没等他发作，魏局先摆上谱了。我说老三，知道这事做的不地道，来道歉了吗？三哥，听我妈说你媳妇大中午还在床上躺着，你这不是给自己娶了个姑奶奶吗？我劝你回去好好教训她一下。李来福没理李雪梅，目光直视魏局。二婶，你打了小妹？那可不咋的，小丫头片子还敢跟长辈顶嘴，还敢？他打我！反了，当着我的面打我闺女，你吃错药了吧？你打了小妹，我敬你是长辈，所以让你闺女替你挨这一巴掌。他上前一步，逼视着魏局。如果下次还敢打我小姨子或者欺负我媳妇，那你闺女可不仅仅是挨这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天一呀，你睁开眼看看这个没良心的！我当初瞎了眼，用玉米饼子就像个白眼狼，我悔呀，肠子都悔青了。我干嘛要心软？干嘛要管他死活？让他饿死冻死也好过如今骑到我头上，给我这大奇兽！我这是造的什么孽？不就几个馊了的玉米饼子，哪次农活我不帮你干？哪次有事不是我顶上？以后再敢拿这说事，你说一次我抽你闺女一个嘴巴子！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抽我干啥？行了，都少说几句吧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人家老三早就不欠你什么了，老挂在嘴上有意思吗？那是玉米饼子吗？那是他的命，我救了他的命，凭什么？老三，她可是你妹妹，不就是说你几句吗？你至于吗？整天说你脸上，你就知道至不至于了。李来福说完便进了厨房，将鹿腿拿了出来，又将桌子上的几个鸡蛋塞进了口袋里。肉比鸡蛋贵，此事到此为止，别逼我再抽你闺女。当家的，这可是你亲闺女，你就看着她被欺负？谁让你做的这么过分？再说这赔钱货整天闷在家里，好吃懒做，让我侄子教训教训怎么了？哈，好啊，李正东，这么些年你总算说出心里话了。你这个瘪犊子，
看我削不削你就完了。李来福从二叔家出来，只感觉身心舒畅，哼着小曲就回了家。啊，当家的，你居然把鹿腿拿回来了？那当然了，这个鹿腿是要送给二姐的，哪能便宜了她？另外，小妹，我已经替你报了这1巴掌的仇了，别委屈了。啊，你打了二婶？她是长辈，我哪能对她动手？我打的是她闺女，以后她如果敢再欺负你们，我就打她闺女出气。媳妇，以后你得多笑笑，你笑起来真的太美了。说着，李来福就凑了上去，对着许玲玲亲了一口。许玲玲顿时从脸红到了脖子。小妹，我从二叔家拿来了刚煮熟的鸡蛋，还热着呢，我帮你滚一下脸上的伤痕，可以好得快一些。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他哪好意思让你动手，还是我来吧。也成，我就是怕你累着。小妹在家好好照顾你姐，我再去山上转转。李来福带上家伙，来到昨天救郭19的地方，他打算循着野猪的踪迹，找到那大家伙的老窝。我要是能拿下这大野猪，咱们可就实现猪肉自由了。李来福沿着痕迹一路往前，很快就发现了野猪的粪便，还听到了哗哗的水流声。野猪一般都住水源附近，方便喝水、洗澡，而且这地方的粪便还不止一坨，说明他经常走这条路。李来福害怕惊动野猪，便按照原路退了回去，拿着弓溜达着寻找野山鸡的踪迹。媳妇到现在才喝了2次鸡汤，属实是有些少了，要是营养跟不上，以后的孩子都得受影响。没走多远，他就发现了几只野山鸡，1公3母，叽叽喳喳叫个没完。哇，这只公鸡可真漂亮，而且比上次那只还要大。这要是拿回家炖一炖，鸡汤都能喝3顿。李来福立马搭箭瞄准公鸡，正要射出，突然一只大猫从暗处窜出，一口咬向公鸡。就在利齿刺入鸡身的瞬间，李来福的箭嗖的射出，正中大猫后腿。哎呦我去！这是猞猁，也许这是猞猁家族中最倒霉的一只，后腿刚被李来福误伤，前腿竟又踩中了捕兽夹。就这情况，放了你肯定活不了。可要说养着吧，一天少说也得吃3、4斤肉，地主家也没余粮啊。算了，谁让我误伤了你呢？我说哥们，我把这夹子给你取下来，你可不能伤我。说着，李来福便小心翼翼地去解捕兽夹，谁知猞猁另一只爪子唰地朝他挥了过来。我去，你要这样我可不管你了。见猞猁依旧龇牙低吼，李来福左右看了看，从附近找了块树杈挡住猞猁，迅速伸手将捕兽夹给拿了下来。幸好这是捕野鸡的小夹子，威力不大，不然你这条腿非废了不可。李来福刚拿开树杈，猞猁就朝前猛窜，可惜前后肢都受了伤，没窜出2米就又摔在地上。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李来福拿出麻袋就把它给罩了进去。先委屈你一下，回去就帮你处理伤口。至于这只鸡，你就让给我媳妇吧，回头我请你吃鹿肉。说着，不管这家伙在麻袋里嗷嗷挣扎，立马去了刘老头家。大爷，我这有只小动物需要你帮着治疗一下，这是诊费。快跟我进来吧。走进诊室，老刘头拿出一个瓶子，把药粉吹进麻袋里。只过了几分钟，麻袋里的动静就停了。老刘头将猞猁抱了出来。前肢闭合性骨折，需要木板固定，后腿弓箭射穿肌肉，没伤及骨头，服药包扎就好。那大概多久能好？前肢半个月以上，后腿7天左右。回去以后，你还是得找个绳给他拴上。他要是醒过来跑了，遇到狼等宿敌，那就没命了。李来福将猞猁带回了家，找来麻绳跟铁链将它拴在了院子里。晚上，一家3口美滋滋地吃着猞猁咬死的野鸡。饭后，院中传来猞猁的叫声，李来福立即拿着块鹿肉走过去。猞猁一见李来福就猛扑过来，可绳子只有1米长，还没近身就被拽住了。这段时间你哪也去不了，就老老实实在这养伤吧。放心，不会少了你吃的。那说好的鹿肉。说完，他转身回屋，不再理会身后低吼的猞猁。媳妇，咱们睡觉吧，明天我还得早起去趟二姐家。除了去二姐家，你不打算把你们李家的传家宝拿回来吗？李来福一愣，这才想起传家宝就是当初去二姐家借钱，输给了他们村的一户人家。虽然不清楚那传家宝有什么用处，但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明天就赎回来吧。你说的对，当初100块钱就把咱老李家的传家宝给抵出去了，我爸妈要是知道，怕是得被气得合不上眼。明天我就赎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来福背着筐刚准备出门，大哥李长山就带着周文兰过来了。来福，你这是要出门了？是啊，给我二姐送点肉，这些年一直拿她的，吃她的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听说你昨天去二叔家还打了鸭蛋，二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今天我让你嫂子过来照顾弟妹，万一二婶跟鸭蛋找上门，也有人挡一挡。就二婶那小气泼辣的劲，二叔肯定压不住，保不准真能打上门。老三，上次我办那事感觉挺对不起弟妹的，一直想着弥补，你就让我帮忙吧，不然我是真难受。行吧，正好中午帮她们姐妹做个午饭。不过丑话我可说在前面，你那侄子如果再敢搞事情，我让他全家都不好过。放心，保证不会。李来福到了铁北二姐家，看见院里一个老太太正在洗衣服。婶子，
我姐呢？李来福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李成花已经不是你们老李家的人了，你老找他要这要那，有意思吗？嘿嘿，血浓于水吗？什么血浓于水？我们赵家也不稀罕认你这门亲戚，识相的就赶紧走。正说着，赵春山和李长花从外面回来了。李长花急背着篮子，又提着东西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哟，这不李来福吗？怎么又来进货了？李来福没回答，连忙上前帮姐姐放下东西。姐夫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让我姐一个女人干这么累的活，太过分了吧？你还真是乌鸦站在炭堆里，光看到别人黑。是谁整天好吃懒做，对媳妇儿非打即骂，指着媳妇儿一人赚公分啊？再说这女人总把家里的东西往娘家搬，我对她严厉点，不过分吧？李长花低声陪笑，不过分，不过分。老弟，别冲动，姐没事。你要是打了你姐夫，姐以后还怎么帮你？忍一忍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媳妇儿，我想骂就骂，谁也管不着。怎么想打我啊？来来来，往这儿招呼，我看你有几个胆子敢打老子。老姐毕竟嫁到这儿了，我要是真动手，等我一走，她还不被往死里打？想到这里，来福强行忍下这口气，从带的筐里掏出了10斤鹿肉、10斤骨头，还有1包糖、5尺布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居然从这个小舅子身上看到回头钱了。姐，这几年我一直从你这拿东西，挺对不起你跟姐夫的。现在你老弟我有钱了，必须得加倍奉还，不然你在婆家也抬不起头。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做午饭啊！家里不是还有1斤猪肉吗？做个猪肉炖粉条子，我得跟我小舅子喝上一杯。行了，姐夫，别忙活了，我还有事，一会就走。老弟，你这是玩牌赢了还是偷抢来的？你可不能走歪路啊！放心吧，姐，这鹿肉是我上山猎到的，别的是我采山货换钱买的。你弟妹怀孕了，我得努力赚钱。这50块钱你拿着用，给我小外甥买几件新衣服，别让孩子在学校被人看不起。不行，这钱姐不能收，能看到你日子过好了，姐比啥都高兴。姐，这钱可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我姐夫的，都是因为我才让你受这么多委屈，你不会嫌钱少吧？你这孩子，姐哪能嫌弃你？嗨，来福，我只是见你姐整天无底线的帮衬你，才跟你姐生气。其实偶尔帮衬你一次，我这个当姐夫的也没意见。你是不知道，上个月为了填你打牌的窟窿，你姐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拿走了。你说她该不该打？姐夫，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你对我姐不好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是再敢动我老姐一根手指头，我不废了你，我就是你生的。不会了，以后不会了。李来福根据二姐的指引，很快就找到郭19的住处。那是一间被拆了一半的破房子。这小子居然住在这么破的地方。李来福刚走进去，就看见几个人把郭19堵在角落里。小崽子，欠老子50块钱，什么时候给？你们社区坑我，这钱我不认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没钱。哎呦呦，还挺硬气。哥几个，把他衣服扒了，东西全拿走，这次算作利息，下次再不还钱，把他扔到松花江。都给我住手！哎，原来是老三啊，上次没输够，这次又来送钱了。我找你们是打算赎回上次抵给你们的东西，钱我带来了，东西还我。一个破荷包，去公社也才卖了2张大团结，就那玩意你还敢说是传家宝，还敢抵100块钱？正好你来了，剩下的80块钱找不给我们吗？当初说好了是100，你卖多少是你的事，现在告诉我你卖给哪个铺子了？听着，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让你补80你就乖乖掏钱。哥，他们都不是善茬，你快走！少他妈废话，我就问你掏不掏钱？你们是真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其实真不愿动手。哼，这个杯让你装的，我能死你！李来福侧身一闪，右手抓住对方手腕，左手成掌猛劈其肘关节。我的胳膊，你不讲武德，玩阴的，有本事把老子放开，咱们继续练。我再用点力，你以后就说不出话了。告诉我，我的传家宝你卖给谁了？老子就是不说，有本事你继续啊！山宝哥，是山宝哥。都滚吧！以后还敢搞事情，我打断你们狗腿！3人互相搀扶，狼狈的逃走了。哥，你刚才咔咔那2下简直太帅了，你练过啊？跟易老师傅学过2年。箭头呢？在这儿呢。郭19立马在一个破席子下面掏出20支铁质箭头。哥，咱们啥时候去搞定那头野猪？咱们俩强强联合，肯定能拿下。那只野猪太大了，不是轻易就能搞定的。我劝你不要再去冒险了，上次有我救你，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李来福丢下这句话，转身就离开了。天色尚早，李来福顺路去找老猎人。哎呦，来福啊，快进来坐。上回你买走我那把弓，可帮了我大忙，家里总算宽裕了些。您别客气，那弓我也用得好。今天顺路过来，是有件事想请教您。你说，只要我晓得，肯定不藏私。我盯上一头野猪，估计得有300斤往上。我的乖乖，
300斤的野猪，这还真是不多见。你要搞定这种大家伙，就只有用陷阱。没错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教一下，这样的陷阱应该怎么布置？如果真能抓住这个大家伙，一定重谢你。抓这种体型的野猪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，挖一个2米深的坑，坑口用树枝、树叶伪装，坑底铺些软枝叶，免得野猪摔死，影响肉质。那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就简单的多了，找根粗麻绳，做个50公分左右的活套，选野猪常出没的地方，把套索固定在大树上，离地半米高，刚好套住野猪脖子，再用树叶杂草把套索伪装起来。第二种挺不错，省时省力。正好我这儿有一根钢丝绳，5毫米粗，15米长，就是以前套野猪用的，我拿给你。许琳琅与周文兰正在院子里聊天，魏局带着李雪梅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，一见到许琳琅就跟疯了似的扑了上去，幸好被周文兰及时拦住。二婶，你们这是干啥？老三也不在家，有事等他回来再说吧。那个忘恩负义的小崽子，为了这个赔钱货，居然敢打我闺女！你瞅瞅鸭蛋的脸，到现在都没消肿。前2天我好不容易给他谈了门亲事，人家一见他这样，直接被吓跑了。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我要男人，我要嫁人。二婶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如果不是你昨天打我，我姐夫也不可能去你家吧？是你种下了因，才有了现在的果。要怪也只能怪您自己呀。小丫头片子，还敢顶嘴儿！今天我要是不抽烂你的脸，我就是你养的。别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大妹子，你快进屋躲躲，把神气放了。许琳琅自知不是魏局的对手，一溜烟跑回房间锁上了门。姐，姐夫家的人怎么这样啊？顶住门别出去，除非他砸门，不然进不来。二婶，老三家的可是怀孕了，你要是把老李家可能唯一的孙子给伤着了，二叔还不往死里削你。老大家的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给我惹急了，连你一起打。周文兰并没有闪开，反而死死地挡着魏局。这时，一直哽咽的李雪梅突然尖叫一声，撞开周文兰，抡起沙包般的拳头就往房门上冲。给我出来，还我婚姻，还我男人！听着砰砰作响的砸门声，屋内的许琳琅吓得坐倒在地。姐，我害怕。二婶，我昨天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。我没忘，但是就因为昨天的事儿，鸭蛋今天的相亲泡汤了。她都快20了，这要是还嫁不出去，可就成老姑娘了。我要嫁人，我要男人。二婶，我敬你是长辈，不想和你闹得太僵。你要是再无理取闹，那我可要动手了。咋的？打完鸭蛋还想打我？来呀！今天你要是不打死我，你就不是男人。我说过了，你再欺负我媳妇和小姨子，我就抽你闺女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闺女能挨几下。你这小兔崽子你！妈，咱回家吧，我嘴疼，你不能自己闹痛快了，让我跟着受罪啊！我晚上还想啃骨头呢。吃，就知道吃，胖死你得了。大嫂，你家那侄子不是想找媳妇吗？把他跟鸭蛋儿凑一对，这不挺般配的吗？哪配了？我家大狗还是跟我琳琅大妹子配。大嫂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从上到下，你好好看看，我哪点跟您侄子配了？是个男人不就行吗？他挑，我可不挑。大嫂，以后咱俩各叫各的，你喊我妹，我喊你姑。你看，这不天造地设的一对吗？你侄子就好像缺点啥似的，只有咱妹子这样的奇人嫁过去才能顶起半边天。姑，让你大侄去我家提亲呗，明天就入洞房。是不是我妈刚才把你给打疼了？我让她给你赔礼道歉。不用，等我明天一早回趟娘家，看看我哥的意思。行，姑，有你这句话，那我觉得我孩子都快生出来了。晚上您跟大哥来我家吃饭吧，啃大骨头。晚饭后，李来福拿了一块鹿肉扔给院里的舍利。尽管已经过去了1天1夜，舍利对李来福的敌意还是非常的大，一见他靠近就发出低吼。老子不但救了你，还给你肉吃，你就这么报答我的？你要是再给我龇牙，我就把你丢出去。哼！李来福回屋后，轻轻将许玲玲拥入怀中。还看，这里没有了，去下一集吧。第2天天不亮，李来福做好早饭，便带着工具上山去了。野猪一般清晨或黄昏出来觅食，我得赶在太阳升起前布置好野猪套，再撒些玉米棒子当饵料。做完这一切，李来福为了避免惊动野猪，特意选了另一条路去挖野山参。我记得当初在这只野山参的周围还有几个灵芝，如果能搞到的话，那就赚大了。半路上，李来福突然在前方看到了2只飞龙，正在榛子树下捡东西吃。嚯，今天运气也太好了！正所谓天上龙肉，地下鱼肉，这龙肉就是飞龙，遇到了如果不抓住，那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胃。李来福一箭射出，贯穿1只飞龙，而作为飞禽界的傻狍子，另一只飞龙不仅不飞走，还凑过去看兄弟身上怎么多了一根棍子。见此情景，李来福果断将另一只飞龙也入手。媳妇的营养又有着落了。将2只飞龙装进筐里后，李来福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。这么多脚印，是黑熊。这里靠近水源，常有动物来喝水，看来要尽快挖了。要是遇到了熊，还真不好对付。李来福立马开始挖深，全神贯注地干到中午，已挖了8成。
估摸着再挖1小时就能大功告成了。不好！这声音听着越来越近，李来福立马跑出去数十米远，这才敢回头看一眼。只见一头2米多高的黑色大熊停在20多米外，正站着一动不动地盯着他。熊这种生物生性胆小，这会儿大概是在观察我到底是个啥。我如果这个时候跑，反而会激起它的狩猎本能。就这样一人一熊对视了好几分钟，李来福实在扛不住了，以极慢的速度向后退。见黑熊没有追赶他的迹象，这才加快了脚步离开。还好没追来，不然今天非得交代在这儿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李来福才敢悄悄返回。他不敢耽搁，立马开始挖人参。好在直到挖完，那头黑熊都没有再出现。等明天去了公社，得问问那个老板能不能搞到大威力的猎枪，连头野猪都崩不死。今天要不是熊不饿，我恐怕已经进他肚子了。包好野山参，李来福又小心翼翼地找起附近的灵芝，足足寻找了1个多小时，总算在一块近乎腐朽的树干上找到了7个。品相都很好，每一朵都将近10多厘米。李来福将树干挖了下来，扛在肩上就往家赶。小妹，快烧水！我打了2只飞龙，咱们今晚来个飞龙炖蘑菇。姐夫，我这就去。尽管这飞龙也是鸡的一种，但味道却不是一般的鸡可比的。媳妇，你快尝尝。许玲玲连汤带肉的吃了2碗，撑得躺在床上都不想动。李来福拿着飞龙骨头和半斤鹿肉喂给院里的猞猁，没想到猞猁闻到了飞龙的香味，居然连鹿肉也不吃了。难不成猞猁也喜欢煮熟的食物？等有机会试一试。媳妇，今天收获这么好，给我点奖励呗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来福就带着他的宝贝山货出了门，步行来到公社。山宝阁的铺子正好开门。靓仔，快进来，是不是又有什么好货啊？这次的野山参年份在50年以上，另外这些籽汁也都是上品。你喊我大哥过来看一眼，我还有其他事跟他谈。兄弟，我听着声就像你，这些好东西我不跟你来虚的，这个数怎么样？500，行。另外有件事，前阵子是不是有个混混拿了个荷包来卖？荷包是这个吗？前阵子2张大团结收过来的，我看着像聚宝盆，就当成吊坠带着了。实不相瞒，那荷包其实是我被他们下套抵给他们的，你看能不能把那东西还给我？该扣多少钱你直接扣。嗨，还扣什么钱？直接跟你得了。那我就不跟你撕巴了，这东西对我真挺重要。都哥们儿跟老哥还这么见外。不过兄弟，我也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，这事儿要成了，至少能赚1000块，比你挖参要轻松多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我得好好听听。是这样，我有几位南方的朋友对咱们这儿的老林子特别感兴趣，想找个靠谱的向导。正好你是挖参人，对山里熟，所以你看他们什么时候来？主要是打算做什么？我也需要安排一下我的时间，看看有没有空。3天之后，说是挖参、打猎、游玩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找到野山参，除了这1000块向导费，每只参再给你2成的分红。照这么说，他们可不是来挖参这么简单了。外围总共也就那些野山参，给自己1000，每只野山参还有分红，那他们还赚什么？此行怕是另有目的。老哥，这差事我接不了，我媳妇眼下正卧床保胎，估摸着再有2-3天就得下炕恢复，我实在走不开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，虽然年轻，但从小就在林子里转悠，价钱还可以商量。那也成，我相信你。3天之后让他赶早来这儿，就说是你介绍的。对了，你这能不能搞到自行车票？我这一来一回，从村里到公社太费时间。兄弟，这东西不太好搞，但是我能给你弄来一辆全新自行车，供销社卖160，我收你180，不要票。那没问题，我给你200块，剩下的你再给我搞点肉票、火柴票之类的。这一趟，李来福到手的500块变成了300，但推回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又从供销社买了2套床单被褥，绑到后座上，这才骑上车，哼着小曲回了家。哇塞，姐夫，这是你买的自行车吗？好漂亮啊！哇，还有新床单、新被褥。那不必须的吗？我总出去，没自行车不方便，天也冷了，你们没有厚被褥可不行。当家的媳妇，下午我准备找村长聊聊建新房的事。现在的房子就挺好啊，要是重新建房，不得花个1000块啊。媳妇，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我也不能让你和孩子一直住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啊。一会儿我就去找村长商量建房的事。来福来了，正想去找你呢。叔，你找我是有啥事吗？这不，咱们村里来了11个知青，你们家分配到1个，我可以给你操作一下。你看你是要个女知青，还是……我啥也不要，我家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管男女去了都不方便。这倒也是，要不给你安排个男的。村长，我也没得罪你吧？你给我安排个男的，您这不是巴不得给我戴顶帽子吗？哎呀呀，你看我考虑不周了。这样吧，我把你家的名额调到别家去。谢了叔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趁着入冬前把家里房子翻修一下，你能不能先帮我找个地方住着？我在我家的原址上重新盖一个院子。现在村里也没空房啊。哦，对了，赵四家回老家探亲了，
房子能借你住1个月，不过在他们回来之前可得搬出去。太好了，叔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晚点我找你批条子，我先回去跟媳妇交代一下。李来福回到家，把要建房和暂时搬家的事告诉了姐妹俩。姐夫，你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说干就干呀！那必须的，咱得赶在天冷前把房子盖好。等明天中午吃了饭，我就喊大哥他们过来帮忙收拾东西，争取明天晚上能搬过去。交代完家里的事，李来福这才带着工具上了山。他走了近2个小时，赶到下套的地方时，已顺手打了不少猎物，而野猪套里一只巨大的野猪正奋力的挣扎。总算逮住了。李来福拿起铁质弓箭，对着野猪脖子就是一箭，箭头深深没入，野猪挣扎得更凶了。挣扎吧，你越挣扎，我就越兴奋。等你力气消耗完，就是我收获的时刻。李来福哼着小曲开始制作起了爬犁，快做好时，突然感觉背后一凉，来不及回头看，他立马滚向一边。金钱豹，这家伙可是大山里的顶级猎食者，怎么会跑到外围来？李来福瞬间拉满了弓，眼睛死死盯住金钱豹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豹兄，我们往日无怨，今日无仇。这只野猪是我抓住的，我劝你最好推走，不然就算我栽了，你肯定也得重伤。如果你重伤，在危机四伏的大山里，就算是狼都能要了你的命。要不我送你2只野山鸡，咱们交个朋友。金钱豹越靠越近，李来福也不由得咽了口唾沫，缓缓后退。不料金钱豹突然如闪电般扑来，豹哥，你来真的啊！李来福向后急跳，同时松开了弓弦，豹爪划过他的胸口，火辣辣的疼，弹箭也射中了金钱豹，让他发出一声惨叫。李来福脚下却是一个陡坡，他一脚踏空，滚了下去。陡坡上灌木丛生，李来福不知滚了多久才停下，他浑身剧痛，胸口更是撕裂一般，最终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姐夫这么晚没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你能不能别吓我？你姐夫现在挺有本事的，应该不会遇到危险吧？对，姐夫每次都能搞到山货，就算遇到危险也会逢凶化吉的，这次肯定也能平安回来。你不说还好，一说我这心智突突，总感觉有事。要不你去大哥家一趟，让他和你一块去山里找找。对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让大哥发动一下村里的老少爷们，应该很快能找到姐夫。你这丫头会不会说话？许琳琅一路小跑来到李长山家，正好碰上准备关门睡觉的李长山。妹子，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大哥，我姐夫中午上山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们担心他出事了。他从哪个地方上山的？就是大家常去的那座山，其他的我也不清楚。你先别慌，老三身手不错，应该没事。你先回去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姐在家也急得不行。李来福从地上坐起，迷茫地抬头望天。我没死。他站起来检查周身，发现除了胸口还有些疼，并没有少啥零件。我昏倒后，那金钱豹居然放过了我，这有点离谱啊。对了，野猪。李来福赶到野猪身边，发现野猪已经凉了，还没硬。看来我昏迷应该不超过3个小时，现在怕是晚上9点多了。我靠！把这大家伙给拖回去，还不得12点了？要是能有东西把它给轻松收起来就好了，就像镇元子的袖里乾坤那样。李来福刚有这个想法，眼前的野猪竟然倏地消失。我操！见鬼了！李来福浑身一颤，有些难以置信地打量着四周。真的不见了！野猪，给我出来！话音刚落，野猪竟又凭空出现在原地。李来福猛到不行，只感觉胸口有些痒，下意识一摸，哎，我传家宝呢？李来福想到某种可能，再次心念一动，收起野猪。果然消失了。李来福大喜，当下也没空深究，收起弓箭跟野猪套，立马朝着山下跑去。另一边，李长山跟许琳琅刚出村，就撞见拖着野猪回来的李来福。老三，姐夫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这大家伙是你抓来的？我用野猪套设了陷阱，等了2天才套到它。大哥，帮我抬一下，回头你拿几十斤回去，至少能吃1个冬天。许玲玲看着地上的野猪，又惊又喜。当家的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么大一只野猪，咱们得吃多久啊？慢慢吃呗，变着法子给你做。李来福和李长山正忙着烧水处理野猪，院外忽然传来尖锐的叫骂声。李来福和李长山正忙着烧水处理野猪，院外忽然传来尖锐的叫骂声。小浪蹄子，把我男人叫出去！这都要12点了，还不回去，是不是睡到一块了？早就看你们不对劲，怪不得不嫁给我大侄，原来想勾搭我男人。街坊邻居都来看啊，这有个小贱人勾搭男人。本想着咱兄弟俩闷声发大财，现在却被这虎娘们一嗓子喊来这么多邻居。李长山猛地拉开门，一把将周文兰拽进院子。你这张破嘴胡咧咧啥？老子跟老三商量是呢。周文兰刚想跟李长山撕吧，但是看到满地的猪肉，又是一声尖叫。妈呀，猪肉！李长山此时想打死周文兰的心都有了。哥俩为了保命，连猪下水都暂时买好了，这下全暴露了。哎呀，我这张破嘴，我哪知道你们在办这事啊？要不我先走。
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污蔑我小姨子，坏了她的名声。现在一走了之，村里人以后怎么看我小姨子？这不是个误会吗？原本我大哥能分一半猪肉，现在恐怕是不可能了。为了给我小姨子证明，那就只能让大家进来看她了。大门外站着6、7个邻居，正在窃窃私语。见到李来福开门，顿时安静下来。辛苦大家3更半夜还要出来看热闹，都进来吧。来福啊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听到温岚一个劲儿的喊，以为出了什么事才出来的。那可不咋地，现在既然没啥事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你们不会真以为我大哥跟我小姨子有事吧？与其心里犯嘀咕，那倒不如进来看一眼。你们不会背地里嚼舌根，我心里也踏实。众人见推脱不过，便硬着头皮进了院子。下一秒，所有人都睁大了双眼。我的乖乖，来福，好大一头猪，这是你养的吗？这一看就是野猪。来福，这是你猎到的吗？是的，四叔。真是好本事啊！我就说这是不能像周文兰说的那样，你大哥一个实在人，就算真要跟你小姨子凑一对，那肯定也得先跟文兰离了才行啊。四叔，您这说的啥话？来福啊，这肉能不能卖我点？队里分的那点肉票根本不够我们一家4口吃的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供销社的肉不是卖6毛1斤吗？我们没有票，就按8毛1斤，怎么样？我也要，给我称2斤。其余人见状也纷纷围上来，你3斤，他5斤的争着要买。诸位，今天太晚了，谁家3更半夜不睡觉卖猪肉啊？有啥事明天再说吧。那行，我们明天再来。大嫂，你挺会坏事啊，我有心帮你们，却被你搞成这样。你这婆娘，差点坏了人家小姑娘的名声，还把这么多猪肉给分出去了。要不是看在明天你得去提亲，我今晚非捶你不可。当家的，我知道错了。大哥，你先拿10斤肉回去。我也没帮啥忙，给我2、3斤就成了。我跟你嫂子都不爱吃肉。谁说我不爱吃肉的？我喜欢吃肥的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先吃着吧，不够再说。另外，明天一早你把家里的秤给带来，估计得有不少人过来买肉。那成，明天卖肉的事我帮你张罗。第2天一早，李来福家便排起了长队，足足来了几10号人。李来福拿出200斤的肉来卖，1个多小时后，大家都心满意足离开了。总共卖了76块钱，你数数。李来福从里面抽出几张塞给了李长山，这些钱你拿着。那不成，我昨天都拿你10斤肉了，要是再拿你钱，那我成傻了。卖猪肉不算工钱啊，更何况我打算把房子拆了，重新建一个4合院。今天你还得帮我搬家，另外盖房这1个月也少不了你帮衬，这也算做工钱了。啥？你要盖新房，还要盖4合院？老三，赚点钱也不是这个花法，你得想想以后啊。哥，你就老实帮忙得了，剩下的啥也不要管。我赚了钱，自然不能让老婆孩子受苦挨冻了。行，那就交给我吧。几个人很快收拾好东西，李长山找了一个板车，没2趟就给拉到了临时住处。只是当李来福准备将舍利牵过去时，舍利对着他就是一爪子。得，还想再喂你2天，结果你是个白眼狼，那你还是麻溜滚蛋吧。说着，李来福找了个叉子抵住舍利的脖子，将铁链从项圈上拆了下来。刚准备解开项圈，那舍利就猛地一怔，趁机窜逃了出去。强扭的瓜不甜，走吧走吧。媳妇，小妹，我得进山去了，一鼓作气再挖2只野山参，争取一口气把盖房的钱全部凑齐。你晚上不回来了？今晚睡山里，最迟后天一早回来。要在山里住2天，那荒山野岭的，白天还好，晚上都是猛兽，多危险啊！距离上一世村长带人上山捕猎也没几天了，自己如果不尽可能多的将野山参挖出来，那就都成别人的了。当家的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惹你生气的。别多想，老实在家等着吧，你男人本事大着呢，不会有事的。交代完家里后，李来福背上工具，提溜着30斤肉，分别送给了老猎户、二姐和郭师九。哥，你居然一个人把那头大野猪给办了，带我进山吧，我给你打下手。胡闹，你当山里是赶集，那是玩命的地方。我不怕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绝不给你添乱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就你这3脚猫功夫，进去是给我当累赘吗？后天一早，你去山宝阁门口等着，给我好好当你的向导。那些客人少不了你的好处，这才是正事。好吧。这次进山，估摸着得在山里待上2晚，真要带着个拖油瓶，那才叫九死一生呢。李来福边走边研究着自己的空间，里面竟然有1000立方米，这得存放多少东西啊？还有一把弓弩。这威力可以啊！30公分长的弩箭，竟然能轻易射入岩石一半。有这个弓弩在，下次就算再遇到野猪，一箭就能拿下。李来福将弓弩收进空间，继续向着山上赶去。夜晚的大山漆黑一片，远处不时还传来怪叫声。足足走了4个多小时，李来福终于来到了第一个目的地。我记得这只野山参是年份最大的一根，足有70多年。晚上没办法挖参，李来福便找了一棵大树当做营地，从附近找了些柴火，从空间拿出火柴，很轻松的就把篝火生了起来。有了空间，火柴什么的根本不怕淋湿，我简直就是天生的荒野求生专家。从空间拿出猪肉条，插上树枝，放在火上烤到滋滋冒油。
全自助烤肉，再来口小酒，这谁受得了？吃饱喝足后，李来福将篝火垒成了一个简易的火灶，又往里添了不少耐烧的柴火，这才爬到了树上，准备躺在上面凑合一晚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李来福就被一群怪异的声音吵醒。树下有7、8只动物在仰头冲着自己叫。我靠，是柴！这玩意儿一旦盯上你，不死不休。李来福立即从空间取出弓箭，一箭射倒其中1只。然而柴群却并未退走，反而叫得更凶，有的甚至试图跳上树。柴的肉不能吃，也不知道这皮毛值不值钱。想到这，李来福再次拉弓，连续放倒4只柴，剩余的柴见势不妙，这才仓皇逃窜。李来福确认安全后下树，利落地剥下5张柴皮，重新将火点燃，热了1张面饼子，就着烤肉饱餐一顿。随即开始搜寻野山参，足足找了1个多小时，才发现了记忆中的那只参。无皮叶人参王，这下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。竟然是采参人最怕的白眉蝮蛇，这玩意有剧毒，刚才要是被咬一口，那真得开心了。李来福迅速掏出弓箭，一边后退一边盯着他的身形，在相距1米多远时，毒蛇猛然发动袭击。李来福眼疾手快，一箭将其钉在地上。请叫我剑神。将蛇处理好后，李来福将其放进了空间内。他已验证过空间是静止的，食物不会变质。李来福随即开始挖参，过程十分顺利。这只参品相极佳，参须长达60公分，比那只50年的还好。这次肯定能卖个大价钱。傍晚时分，李来福赶到第2个目的地，他沿崖边仔细搜寻，很快找到了记忆中的那只15年参。虽然是只小参，但蚊子腿也是肉啊。李来福立即开始挖掘，这次只用了1个小时便将野山参挖了出来。收进空间后，李来福又掏出弓箭。这处崖壁的缝隙向阳，是松鸡、紫貂等动物的栖息地，要是能撞上1只，今晚的伙食可就有着落了。就在李来福四处寻找时，突然一道嚎叫声吓得李来福一激灵。金钱豹怎么又遇上他了？难道这是他的老巢？吼叫声由远及近，李来福迅速将弓箭换成空间里的强力弓弩。此时，一道跛脚却迅捷的身影出现在山崖边，正是之前放自己一马的金钱豹。他不断嗅着空气，很快锁定了李来福的位置。真是阴魂不散的家伙，这丫的怎么总爱奔着老子来啊？真当老子是好惹的？李来福缓缓将弓弩瞄准了金钱豹，准备在其扑上来时一击毙命。谁知那豹子只是嗷呜一声，竟扭头跑开了。什么情况？这就跑了？眼看着天已经要黑了，李来福连忙寻找落脚处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宽敞的石洞。这洞得有20多平，深处这块石头光滑的反常，像被什么动物长期握着给盘润了。这应该是那只金钱豹的巢穴，这个点还没回来，那今晚住着应该安全。李来福生火烤肉，饱餐后便在石床上沉沉睡去。后半夜，一阵寒意将他冻醒。正当他准备添柴时，猛地发现洞口出现了一双双又大又圆、泛着绿光的眼睛。金钱豹杀回来了。不对，这不是金钱豹，是雕鸮。不等他多想，那猛禽已发起攻击，10公分长的利爪直扑面门。李来福一箭射出，直接射穿了雕鸮的爪子。雕鸮此刻很憋屈，只是外出打个猎，结果家没了，自己还被打了。雕鸮感觉惹不起，转身就逃。就在他退至洞口时，一道身影猛扑而上，死死咬住了雕鸮的喉咙。是那只猞猁，它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也在埋伏我？雕鸮拼命扑棱着想飞走，但喉咙被咬穿，鲜血直流，最终与猞猁一同跌落山崖。嗨，你俩要打在外面打不行吗？非得跑我面前来？我看起来很弱吗？李来福添足柴火，确保能燃到天亮，这才回到石床继续睡下。第2天醒来，却发现昨晚的那只雕鸮被吃了大概1/3，还有1多半被随意的丢弃在了洞口。那只猞猁就趴在一旁，猞猁腿被包扎着。这不是被我救治的那一只猞猁吗？它怎么会出现在这？该不会是一直在跟着我吧？看来光靠火堆根本防不住这些深山猛兽，以后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在山里独自过夜了。喂，还睡呢？猞猁立马跳了起来，对着李来福晃了晃那条被木板夹着的腿。看来是自己弄不开，跑来找我求助了。算了，帮人帮到底，这就替你解开吧。李来福走上前，很快就帮他将木板拆掉，然后回到火堆旁，从空间拿出肉条热了起来。你这有一些雕鸮肉，我再给你留点食物跟水，在这个山洞待上几天，你脚上的伤也就好了。不知道猞猁有没有听懂，看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手里的猪肉，李来福立马撕下半块丢过去。吃完这顿，咱俩缘分就算尽了，以后别再跟着我了。猞猁理都没理李来福，叼着猪肉跑一边吃去了。等李来福吃饱喝足准备离开时，发现石头床有些不对劲。我操，这哪是石头啊，这明明是一整块玉啊，约2米长，1米宽，40多公分高。这似乎是雕刻的痕迹，不会是杨过那块吧？保不准还是个古董，这下真捡到宝了。李来福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将玉床收进了空间。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往外一出，成为万元户那也只是最低标准。李来福不再耽搁，立马下山。没想到走到半路，竟然有一只兔子当着李来福的面撞在了树上。守株待兔，今晚岂不是可以吃麻辣兔头了？居然有6、7斤，肚子这么大，看来是怀了崽的。那得带回去好好养着，
等他生一窝小兔子。李来福风尘仆仆赶到家，正是中午，许玲玲正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当家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那可不，紧赶慢赶，就为赶这口午饭。瞧，打了只大松鸡，中午咱们炖鸡吃。当家的真厉害。小妹呢？村里来了一批知青，她去凑热闹了。正说着，许玲郎领着一个男青年走进院子。小妹，这位是姐夫，这是城里来的知青刘望恩。望恩哥哥懂得可多了，刚还给我讲城里的趣事呢。刘望恩看见许玲玲，眼睛明显一亮。姐姐你好，我叫刘望恩。刘望恩，这名字起得挺好的。那你来这时，琳琅喊我过来吃个便饭，应该不会打扰吧？很打扰，我们也没有准备多余的饭菜，要不你就先走。姐夫，望恩哥人挺好的，你就让他在家里吃顿饭嘛，我总不能白听人家讲故事。成吧，吃完赶紧走，你们知青下乡可不是来游玩的。李来福说着便进了厨房，松鸡炖榛蘑也不做了，随便用猪肉炒了个刺嫩芽，又做了个菌菇汤凑合凑合。饶是如此简单，还是把刘望恩看得一愣一愣的。来之前就听别人说了，这个奶头山村那可是出了名的贫困村，怎么随便来一家还能吃肉啊？刘望恩很不客气地夹走了近1/3的肉。喝了足足2大碗菌菇汤，这才在李来福吃人的目光下离开了。小妹，这些知青是来劳动的，不是来玩的，你还得照顾你姐，以后少跟他们来往。你知道他们背地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姐夫，望恩哥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是好人。李来福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这丫头太单纯，不吃点亏，怕是认不清人心险恶。吃过饭，李来福就把大哥李长山找了过来，将画好的建房图纸交给了他。哎呦我去，这不标准四合院吗？以前只有地主家住得起这种院子。老三，这你自己画的吗？出息了，人总要长大的。对了，大哥，眼看着天要冷下来了，房子得在上冻前盖好，明天就帮我找人开工吧。我查了老黄历，明天是闰8月的23，这2天都不宜动土。大后天25是好日子。没那么多讲究，抓紧干才是正事。这是拆房盖房的钱，你先拿着，剩下的后面我再给你。另外，盖房的师傅，大工1天5毛，小工1天3毛，帮活的1天2毛，你看着安排。哪需要那么多？帮活的你还给2毛，他们在队里累死累活干1天也才就2毛钱。不出钱，人家能实心实意的给咱盖房。你真是有2个钱烧的。行了，你自己掂量吧，我先上工去了。老三也太不会过日子了。晚上，李来福做了一份松鸡炖蘑菇。虽然这松鸡比不上飞龙味道好，但同样肉质鲜美，味道醇厚，口感嘎嘎正。这味道，京城里没有路，全是地道。往常吃的最多的许玲郎，今晚却有几分心不在焉，眼神一个劲的往外瞟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来福做了肉丝面，面条端上桌，才喊姐妹俩起来吃饭。今天我去一趟公社，把这2天在山里的收获卖掉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不要给我买东西了，感觉现在的东西就够用了，给你自己买身衣服吧。嗨，习惯了，能穿就成。反正你可不能委屈了自己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你要是有个好歹，那我们都跟着受罪。另外，路上小心。放心吧，我骑着自行车，中午就能赶回来。好，中午给你包饺子，酸菜馅的，保准你爱吃。没想到我媳妇还会包饺子，那我得多吃1大碗。夫妻俩好一阵嬉笑，李来福这才骑着自行车去了公社。老哥，这次我带来了大货，咱们2个都能赚大钱，说不定您就靠它彻底翻身了。兄弟，你说的我心里直痒痒，快拿出来让老哥开开眼。李来福笑着将那只70年的野山参给拿了出来。我的乖乖哟，这品相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喽。兄弟，这只野山参你开个价。老哥，我刚说了，这只野山参是可以改变命运的，拿去湘江包装一下，托付给拍卖机构这么一拍，你下辈子天天买茶喝，直接躺平就好了。陈玉龙想了想，对着李来福伸出了2根手指。这个价怎么样？李来福摇头一笑，我说了，这只参是能改变命运的，要不是我不方便，我就自己去湘江了。陈玉龙咬咬牙，成，4000就4000，哥哥我要了。按照我说的，你最少能赚回来10倍。老哥，我还有5张柴皮，按每张10元的价格，给我换成各种票就行。李来福刚离开山宝阁，就看见柴九一伙人正围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居然是他，怎么回事？哟，兄弟，是你啊？怎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这老哥难堪？你没看他脸都绿了吗？如果不是什么大事，就算了吧。你说我们在路边喝茶，这人一个劲儿瞅我就过来问问他瞅啥。胳膊的伤都好利索了，多亏你手下留情，箭头没留在里头，不然可就难整了。那成，这次给我个面子，都算了吧。你也不想闹大的进去吧？朋友，我们这边的民风的确彪悍了些，如果有吓到你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本地人？我们公社就这么大，有什么人我们请，而且穿着中山装，气质还这么出众的，那就更加显眼了。眼前这人，李来福、华成辉都认识。上一世他没少跟这位打招呼。说句不夸张的话，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，无论明面暗面，这位爷都能办到。老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这朋友脾气很暴躁，你得罪了他，那可是要遭罪的。
我老婆被诊断出了气脱症，大夫开的药方里急需10年以上的野山参作为君药。我找了县里几个公社，都没有找到符合年份的。我听他们说，在农村公社里一般凶神恶煞的人物比较吃得开，所以想向他询问野山参的事情。那玩意儿可不好找，附近的参早就被挖完了，深山里的10天半个月也不一定找到一只。你这么瞎碰运气，得等到猴年马月。我这儿倒有一只15年的。老哥，你先拿去给嫂子入药吧。多少钱？我买。刘建国急忙掏兜，却只翻出几张肉票和零钱，脸上顿时出现了几分尴尬。能不能先给你写个欠条？老哥，我看你也不是一般人，这个人参你先拿去用，钱的事情等您手头宽裕了再说。行，小兄弟，等我筹到钱，一定给您送去。您贵姓？住哪个村？奶头山村李来福。刘建国道了声谢，捧着野山参快步离开了。兄弟，你不怕这是个骗子啊？刚才要不是你拦着，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一顿。兄弟，人不可貌相，你怎么知道他未来不会成为大人物呢？李来福从供销社买好东西，便骑着自行车回了家。刚到家，就见许琳琅姐妹正在包饺子，而知青刘望恩坐在一旁，目光不时在姐妹俩身上游移。姐夫，你回来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了不欢迎他吗？是我请望恩哥来的，他刚干完农活，手上都起茧子了，我让他吃顿饺子补补。他起茧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村里又不是没给他安排伙食，至于跑咱家来吗？还是说你觉得咱家很富裕，能随便招待外人？哥，我饭量小，吃不了几个的。借住的那家清汤寡水，哪比得上这儿有肉有菜，还有2位美人相伴。我们家也不富裕，你还是去别家吧。姐夫，你就让望恩哥留下吧，一顿午饭而已，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呀。既然你舍不得他，那就跟他一块走。姐夫，你想赶我走？我是在害你吗？我说他不是个好人，你是信我，还是信这个刚认识不到2天的人？不许欺负琳琅妹妹，是个男人就冲我来，跟女人计较什？你这个土包子敢打我，我可是知识青年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你说对了，现在还真就没王法了。敢跟我叫板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现在给老子滚，老子可以不跟你计较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你给我等着。李来福扭头看向姐妹花，许琳琳心中直突突。当家的小妹只是对一些故事比较好奇，她知道错了，你别打她，要打你就打我吧。媳妇，我怎么舍得打你们？我只是想保护你们，你没注意到那小子眼神一个劲往你身上瞟，还总想赖在咱家，那就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姐夫，你不了解他，望恩哥是好人。我是不了解他，但是我了解男人。吃过饭，李来福就去了工地。之前的老破小已经被完全拆除，目前几个工人正在收拾现场。干得还挺快，明天就能开工了。明天开挖地基，我下午去买砖和水泥，争取后天一早就能正式开工。不过你给我这500块钱，明天就得全花出去了。这有啥？等会我再给你拿1500块，足够把咱的院子盖得板板正正的。你这孩子，哥，你可别唉声叹气的了，谁不是奔着好日子去的？等忙完这2天，我给你100块，你带着大嫂去县里医院检查一下。没个孩子，始终是个遗憾。再说吧，要是被村里知道为了这个去县医院，村里人得笑话死。两人正说着话，就见刘望恩带着村长和民兵队长刘大根过来了。村长，就是他，刚刚打了我一拳。哟，这是什么大人物？连民兵队长都请来了，这是准备抓我去游行啊？来福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哪敢啊！来福啊，刘望恩同志可是城里来的知识分子，可不是咱们这样的粗人，打坏了可不成。不是我要动手，是他欠揍，你都给他安排好地方了，他还死皮赖脸去我家吃喝，说我可不是不给你面子。这小子如果还敢去我家，还敢招惹我小姨子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不信让他试试。咋的？村长都治不了你？我跟琳琅妹妹一见如故，你只是她姐夫，凭什么禁止我们来往？这片天是老百姓的天，正义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的。我们说，像这样的彪子以后咱们村就不要接受了，把咱们村的档次都拉低了。嗨，都是上面的安排，你输我也挡不住。你放心，我想办法让他别再出现在你面前，至少不会让他再接近你小姨子。村长说完，便让牛大根将刘望恩给抬走。老萨，琳琅太单纯了，还长得这么漂亮，千万别被小混混给骗了。放心吧，我有计划。晚上李来福回到家，做了一盆香喷喷的锅包肉，又烙了6张油饼。许琳琅吃得直揉肚子。我去看看。哥们，你怎么还找家里来了？前天晚上不是说了让你在山洞待个3-5天，然后投奔大自然吗？舍利压根不理他，大摇大摆钻进屋里。许琳琳笑着夹了几块锅包肉丢过去，舍利立马狼吞虎咽起来。你小子多久没吃饭了？还是说吃惯熟食，看不上生肉了？舍利足足吃了1斤锅包肉，然后悠哉地找了个墙角趴下，显然是准备在这过夜了。媳妇，你看这家伙脸皮也太厚了，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，这是赖上我了呀。当家的，这只大猫太可爱了，要不就把它留下吧，一天也吃不了多少肉，而且等它好利索了，肯定也会自己捕猎呀。随他便吧，爱走就走。
爱留就留，真要是有诚意，等以后我再进山，他得跟着我一起去打猎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来福起来做饭，看着还在呼呼大睡的舍利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这家伙打呼噜的声音就跟八缸发动机似的，看来有必要在兔窝旁边给他预留个位置了。要是跟人睡一屋，我们这教室别想睡踏实了。吃完饭，李来福带着舍利上山，这次他并不打算深入，只想着在这附近转悠转悠，想看看舍利恢复的怎么样了。哥们，看到猎物别犹豫，麻溜给我冲上去，你得让我看到你的价值啊！舍利并没搭理李来福，只是不住的左右打量，几次发现野鸡都没出手，最后还是李来福用弓箭射下来的。我去，哥们，你该不会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吧？你这样一点活也不干，我可养不起你。正当李来福吐槽的时候，舍利突然压低了身子，李来福立马顺着舍利的视线往前看。狍子！舍利浑身紧绷，悄悄靠近毫无察觉的狍子，随即猛地扑出，可惜腿伤还没全好，这一扑失了准头。没事儿，别气了，主要你脚还没好利索，再过3、5天，保准能行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刚才跑掉的狍子居然又回来了，歪着脑袋，一脸刚才发生了什么的好奇样。怪不得叫傻狍子，这名真没白叫，好奇心也太强了吧！舍利再次发动攻击，一个猛扑，锋利的牙齿直接咬住了狍子的喉咙，狍子挣扎着拖着舍利跑出去了10几米远，最终还是被他给撂在了地上。我去，可以啊，哥们整挺好，就冲这只狍子，我能管你1个月的饭。舍利昂首挺胸，迈着骄傲的小步往前走，李来福美滋滋的把狍子收进空间，快步跟上。你这生存能力比金钱豹还强，找猎物跟着你准没错。一人一猫转悠了一天，除了这只傻狍子之外，又猎到了3只野山鸡、5只斑鸠，还捡到1对鹿角，乐得李来福不断的冲舍利竖大拇指，一连串的扑把舍利夸得都快成翘嘴了。晚上7点多，李来福满载而归。媳妇，我回来了。当家的，我下午睡醒就不见小妹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出去多久了？估摸着得有2个小时了。她肯定是去找刘忘恩了，那家伙肯定不是好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小妹肯定会吃亏的，要不我去找找她吧。别担心，我早都安排好了，今天我收获可不小，晚上我给你做2道好菜，保准香的你咬到舌头。此时许琳琅正跟刘忘恩坐在苞米仓里聊天，几个城里小故事逗得他咯咯笑个不停。忘恩哥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我姐夫其实人不错，就是脾气比较急，你不要放心上啊。嗨，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我知道他是为了你好，我不怪他。那行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姐夫见我还没回家，肯定着急了。琳琅妹妹，我一个人怪寂寞，要不你留下来陪我吧。说着，刘忘恩就打算抱住许琳琅，却被许琳琅后退躲开了。忘恩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琳琅，我是真心的，等咱们把事情办成了，我就娶你，那时你姐夫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你混说什么？快放手！我姐夫是什么人你也知道，你要是敢欺负我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我怕他？哼，等他发现的时候，咱们的事早就成了，到时候你还能怎样？我真是看错人了，我后悔没听姐夫的话，原来你真是个小人。连哭都这么美，我算是捡到宝了，来吧。住手！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打扰我跟琳琅妹妹约会？我们盯你很久了，就知道你不干好事，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憋不住了。琳琅妹子，还不赶快过来！许琳琅连忙朝着二愣子他们走去，而刘忘恩见状，想要抓住许琳琅，大驴眼疾手快，一脚把刘忘恩踹飞在了地上。你敢打我？我可是知青，是城里来的知识分子，以后还是会回城里的。就你这种人也配叫知青？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吧？琳琅妹妹别怕，我们是受你姐夫所托保护你的，他早就知道这彪子不怀好意。谢谢你们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快回去吧。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到现在不回家，你姐夫肯定担心坏了。许琳琅脸一红，不敢再待，立马小跑着离开了。而刘忘恩见状也想偷偷溜走，却被几人给拦住了。别慌啊，来福哥交代了，得让你长个记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拉他去后山，把兽医那儿找来的新配方给他试试。李来福刚把菜做好，许琳琅就回来了，看到李来福，立马扑进了他的怀里。姐夫，我差点就……小妹，哭什么？有什么事你说啊，真急死个人。许琳琅哽咽着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没事吧，小妹？你有受伤吗？幸好姐夫提前找了二愣子他们保护我，不然……没事就好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记住这个教训，以后可不能随便相信别人了。行啊，快吃饭吧，我做了2道硬菜，你肯定喜欢吃。吃过饭，许琳琅早早的就回去睡觉了。许玲玲却有些担心。当家的，我看小妹受了不小惊吓，我怕她会有心理阴影，要不你带她进山散散心？就是被吓了一下，刘忘恩连她的手都没碰着，过个1、2天不就好了吗？况且我带着小姨子进山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第二天天刚亮，李来福就看见2个民兵抬着刘忘恩往大队走。眼神涣散，脸色惨白，好家伙，这得折腾成啥样？精气神全没了。刘忘恩看见李来福，眼中瞬间充满恐惧，努力想举手告发他，最终却无力地垂了下去。
吃过早饭，许玲玲又跟李来福提起让他带小妹上山的事。咋又提这事？你一个人也是去，带着小妹还能跟你说说话，我就是担心她把心事憋在心里。姐，不都过去了吗？我真没事了。成吧，那咱们一会就去附近转转。许琳琅第一次深入山林，感受着清新的空气，忍不住朝山谷大声呼喊：姐夫太畅快了！李来福带他来到一处小河湾，许琳琅兴奋地挽起裤腿，赤着脚跳进了小河里。李来福笑着摇头：你这样可抓不到鱼，还是得编个篓子。话音未落，许琳琅猛地向前一扑，双手捧起一条小鱼。姐夫，你看我抓到小鱼了。不错不错，看来很有捕鱼的天赋。不过玩一会得了，衣服都湿了，小心感冒。李来福赶紧找来干树枝，升起篝火。快来烤烤火，要是这样回家，今晚就得发高烧。刚刚太激动了，一时没忍住，可别告诉我姐，不然她肯定会说我的。现在知道怕了。你现在这烤火，我看前面有不少姑娘果，我去摘点给你姐带回去吃。就在李来福离开不到5分钟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：姐夫，有蛇！李来福急忙跑了回来，只见一条黑纹蛇正游向草丛。这是野鸡脖子，一般不主动攻击人，没事了。可是我被咬了。大姐，这玩意崇尚的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你不会是惹他了吧？我也没想到呀，我看火快灭了，就去拿柴火，看到他就在旁边，想把他赶走，就轻轻踢了一下，结果就咬哪儿了？我看看，这里，大腿上。许琳琅卷起裤管，白皙的肌肤上果然有2个细小的红点。这玩意毒性不强，我先给你把毒血吸出来，你忍着点疼。说完，李来福立即俯身处理伤口。姐夫，好疼！疼就对了，下次可别这么冒失了。好了，伤口处理差不多了，你别乱动，我背你回去。姐夫，这离家7、8里呢，不会累着你吧？你姐夫壮得跟头牛似的，就你80来斤的小体重，也能让我感觉到累。走着。李来福刚要背起许琳琅，一阵自行车铃铛声由远及近，郭19骑着28大杠从山里冲了出来。郭19也看到了李来福，急忙刹车过来。哥，你给我介绍这活儿，干得我心惊胆战的。原来他们不是来旅游的，是来寻宝的。寻宝？我就说挖山游玩，怎么可能舍得出1000块钱请向导？果然有大问题。当时他们在大山里转悠，我就给他们辨别方向，结果他们用仪器找到一个山洞，进去一看，里面全是老物件，他们想偷偷运出去卖钱。我一看，这分明是犯法的事儿，就赶紧找机会骑车溜回来报信了。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这件事情必须得上报给公社，这不是我们可以搞得定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我害怕啊，所以才想着先找你。哥，这事该怎么办啊？你告诉我具体的路线，我去看看怎么个事，然后你把我小姨子先送回家，再去公社找领导汇报。经过长途跋涉，李来福足足走了2个多小时，才来到了郭19说的地方。此时外面只有一个男人在警戒着。老板的胆子也太小了，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谁能过来？男人正准备找个地方上个厕所，趁其不备，李来福从身后迅速出手。然而男人倒地却并没有昏迷，强撑着扣响了手中土枪的扳机，才晕倒过去。差点没翻车，没想到这家伙意志力这么强，受到重击竟然还能像同伙鸣枪示警。山洞里的几人听到枪声，立马准备从山洞退出。然而洞口每次只能通过1个人，结果刚一露头就被李来福一箭射了回去。什么人在外面？让我们出去，否则等我们脱困了，一定要你生不如死！去他个高手的正心，亏他还是外域拳王，不声不响就被人家给制服了。哥，现在咋办？要不我用炸药把这个洞口炸得大一点，咱们杀出去。用点子智慧，你一炸，搞不好这个山洞就炸了，咱们都得埋在这儿。朋友，我们是考古队的工作人员，针对这边进行考察。你让我们出去，我给你看一下工作证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000块钱，你现在马上离开，咱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怎么样？2000块钱，你完全可以在公社吃香的喝辣的，快活几年了。男人在劝说李来福时，他正在看他们挖到的东西，几乎都是些瓦制用品，只有5、6件。不过李来福却注意到了，最下面有一件铜制品的耳钵。这玩意被放在最下面，还用破布给包上了。看来这东西价值连城啊！要是将这东西拿出去处理掉，或许不比那株70年份的野山参便宜。领导们就是这是那5个人中的一个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传来了郭19的声音。李来福来不及多想，将耳钵收进了空间。来福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把他们堵在洞里了。都是些瓦制品，上面雕刻很精美，很有研究价值。这位同志，你立大功了。我只是替我这兄弟盯着他们而已，所有功劳都是我这兄弟的。里面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堵在了里面。我想着我现在是不是先走，免得等他们放出来后报复我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泄露你的资料。来福哥，这个功劳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
这么大人了，整啥煽情呢？好好把握机会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如果有需要配合的地方，随时去村里找我。李来福走出去3公里，舍利突然对着前方叫了一声，顺着舍利的方向看去，黑熊，这丫的怎么又来了？李来福立马掏出弓箭，对着黑熊就是几箭。然而弓箭射在黑熊身上，只射进去很浅的距离，但疼痛让黑熊近乎疯狂地朝着李来福而来。李来福立马掏出弓弩，3支弩箭奔着黑熊的脑袋就射了上去，伴随着清脆的声响，有2支弩箭射在了黑熊的脸上。一旁瞅准时机的舍利奔着黑熊一跃而起，锋利的牙齿咬住了黑熊的脖子。只可惜黑熊皮糙肉厚，并未造成什么伤害，被一爪子拍飞出去5、6米。哥们，你是不是傻？你干个小熊崽子还行，这大家伙你都赶上。此时黑熊的眼里只有李来福，根本不管舍利，继续朝着李来福奔来。看来这家伙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李来福抓着树干，很快就爬了10多米，找好位置掏出来土猎枪，对准了正在向上爬的黑熊。李来福都能闻到他嘴里的腥臭味。此时黑熊距离李来福还有2米的距离，只需要黑熊一伸手就能够到他。李来福拿着土猎枪对准黑熊的脑袋，铁砂喷射而出，黑熊发出一声痛吼，摇晃着跌落下去。本以为稳赢的局面，自己却败北。愤怒中夹杂着痛苦，一双前爪抱住树干，用力摇晃着，想将李来福摇下去。只是努力了半天却没有成功，紧接着又开始往上爬。李来福麻利的装填子弹，再一次瞄准了黑熊。这一枪要是还搞不定你，也就资格从树上跳下去。看着黑熊疯狂且快速的往上冲着，李来福在距离还有1米时才扣动扳机，黑熊直接掉了下去，趴在地上轻轻蠕动着身子。李来福掏出弓箭，又射了4、5箭，直到黑熊彻底没了动静，这才从树上滑了下来。他迅速取出熊胆，这才将黑熊收进空间。下次能不能别这么傻，看见啥都赶上？李来福立马沿着来时的路向着家里赶去。就在马上出山时，李来福在附近找到树枝做了个爬犁，将雄狮从空间取出丢在了爬犁上，然后我的了。吃过饭，李来福骑着自行车便来到公社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便将东西从空间拿了出来，随后径直的来到了山宝阁。兄弟来了，这次过来又有啥好东西了？这次没别的，就4个熊掌跟一个完整的熊胆。熊掌可是有钱人的最爱，这些东西我直接打包400块怎么样？都熟人，我这可是高价了。那行，400就400吧，咱们都这么说了，你别压价，我不抬价，咱们都愉快。那指定没毛病。对了，听说前几天来你这要进山的那几个都进去了，你跟他们……兄弟，这是当哥的，直接告诉你，我只是一个中间人，是他们入山的中转站。至于他们要干什么，我不打听，别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。那行，等有时间再给你带好东西。出了山宝阁，李来福来到一家裁缝店，将打到的鹿皮跟熊皮让裁缝店给许玲玲姐妹做2套皮衣。当从裁缝店出来时，正好看到摇摇晃晃的刘望恩。这小子都虚成这样了，竟然还不幸来了公社。李来福一路跟着，就见刘望恩进了公社大院。老大，我要举报。看来这家伙是想举报我啊。来福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都当民兵了？是啊，团长见我可怜，
就让我在公社当了个民兵小头头。来福哥，你是来报名的吗？报啥名？捕猎大赛啊！咱们公社过几天要举行捕猎大赛，我帮你报上吧，赢的人有100块钱呢。哟呵，报上也行，有时间我就去。不过这次我过来是跟着刚刚那小子的，他8成是为了报复我，专门跑来举报我的。岂有此理！敢举报我哥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听说你要举报？没错，我要举报奶头山村的村霸李来福。这个村里的人都非常淳朴，基本上都是贫农，穷是穷了点，但越穷越光荣嘛。可这个李来福不但吃香的喝辣的，而且还盖起了新房，我怀疑他投机倒把，甚至挖坟掘墓赚钱，不都摆在眼前吗？不然你怎么解释前几天还穷的打算卖小姨子，现在突然就吃香喝辣的，还盖新房子了？我为什么要解释？既然你怀疑我，那你得拿出证据啊，总不能凭你的臆想就把我给判了吧？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还怀疑你犯了流氓罪呢。你胡说，你这是在污蔑我。那你凭什么污蔑我啊？我听说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、掘墓挖坟。不是我，这可都是些犯法的事，我怎么可能做？做没做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既然有人举报你，那我们就要展开调查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做，那我们肯定会还你清白。那你们就去查，我反正问心无愧。你小子倒是很有底气嘛！准备一下，马上前往奶头山村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过的到底是多富足的生活。同志，你安心在公社休养，什么都不要怕，我们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外军带着郭19跟几个民兵，一行人来到了李来福的家。突然看到这么多人进来，姐妹花都被吓得不轻。姐夫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没事，你带着你姐在一边待会。有人举报李来福投机倒把、掘坟盗墓，我们是来调查的，你们不要害怕。他如果没做过，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我说了，刘望恩是在污蔑我，你们查归查，别吓到我媳妇，她怀孕了，经不起吓。放心，我们会注意的。
都开口了，那我必须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来福就带着舍利上山为媳妇找水果补充营养。10月份的长白山、像姑娘果、山里红、蓝靛果、沙棘之类的都已经成熟了。然而李来福走了1个多小时，却啥也没找到。兄弟，你作为小猛兽，找点果子应该不难吧？舍利连眼皮都没抬，依旧无动于衷的在前面走着。也是，你让一个吃肉的去找水果，那跟逼着和尚喝羊汤有啥区别？还得是靠自己。正当李来福拿着弓箭四处寻找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尖锐的滋滋声，是2只松鼠在树上，其中一只在见到李来福时情绪有点激动。这不是自己当初掏了一个松鼠洞的地方吗？莫非这家伙是受害鼠？听他的叫声，貌似骂得很脏啊！这活你能干，上去抓活的。舍利也不含糊，一下就冲了上去，那速度快得几乎让人看不清楚。松鼠虽然在树上占据优势，但是那速度在脚上完全好利索的舍利这里完全不够看。不到2分钟，舍利叼着那只松鼠变回来了。叫啊，怎么不叫了？今天不是来掏你窝的，是来找水果的。想活命就带我去找水果，不然就把你烤了喂舍利。说完，李来福便将松鼠丢到了地上，松鼠直接弹射起步，朝着一个方向跑去。李来福紧跟着松鼠在山林中全速奔跑了10多分钟，果然看到一片蓝靛果。今天哪怕就只是这一个地方，都完全可以摘个3、5斤了。足足1个小时，才终于将这片蓝靛果给摘完。李来福估计着应该快中午了，便打算打只小动物当午饭。在舍利的指引下，李来福来到了大山一处的岩壁附近。青羊，这不掏上了吗？李来福立马掏出弓箭，对着青羊就准备射击，然而却见一只金色大雕从天而降，以极快的速度来了个俯冲。青羊刚想逃跑，就被对方抓住，朝着高空飞去。金雕看着金雕远去，李来福将弓箭收了起来。这只金雕刚刚飞出去了大致3公里，然后将那只青羊给丢了下去。看来那家伙大概率就在那片林子里住，与其干掉它，那倒不如把它给抓住。紧接着，李来福让舍利出去打只猎物，自己则就近找了个开阔地带，用石块搭了个简易的灶台。估摸着10多分钟，舍利就抓来了一只野兔。李来福麻利地将兔子开膛破肚，刷上一层薄薄的猪油，就开始点火烤制了起来。舍利眯着眼睛趴在旁边，愉快地分到了1斤烧烤兔肉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时一只黑色大鸟站在树枝上叫个不停，竟然是渡鸦，看来这个应该算是金雕的半生兽了。渡鸦是食腐性动物，经常会守在一些大型猛禽、猛兽附近吃它们吃过的食物残渣。想明白这一点，李来福带着舍利打了2只野山鸡，便去了铁北老猎人那里。然而让李来福没想到的是，这次见面老猎人躺在炕上，貌似病得很重。大爷，这才几天，上次我见您还挺壮实，您这打了一辈子猎，身上都是毛病，一次轻微感冒，结果各种病都找来了。你家人也真是的，居然对你不管不顾的。你告诉我他们在哪，我去找他们。小哥，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因果，否则你会陷入不属于自己的因果里。对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如果是打猎方面的事情，尽可以开口。我发现了一只栖息在松树林里的金雕，想把它给活捉驯服，不清楚应该怎么设陷阱。如果是松树林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最简单还不伤金雕的办法，找一个还算大的空心树洞，在里面放上狍子杆或者是活着的兔子之类的诱饵，再在洞口设置上个触发式的木阀，在金雕进去之后，触动机关木阀就会自动关闭，将金雕囚禁在里面。可是金雕会傻到跑进树洞里去吃东西吗？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大爷，我们村有个老郎中医术非常好，我让他帮你治疗一下吧。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你走吧。李来福见老猎人强烈拒绝，将打到的野山鸡放下后便回家了。今天是二叔女儿李雪梅跟周大狗结婚的日子，李来福是女家亲戚，便跟着李雪梅去了男方家送亲。酒足饭饱后，一行人便返程回家。结果走到半路时，一支弓箭射在了众人面前，有危险，大家快躲起来！诸位，我们只谋财不害命，把钱跟东西都乖乖交出来，你们可以离开。这叫什么事啊？送个亲还能遇到劫道的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你个败家老娘们，能不能别逼逼了？再哭老子跟你离婚！你也就能用这个唬住我了，我现在都要死了，你还想吓唬我？我干脆死了算了。别吵了，我有办法。大哥，你脱下衣服来，然后用树枝架起来，我让你举高的时候，你就把衣服慢慢举高。好。李长山二话没说，立马脱下了衣服，把衣服慢慢举起来。只见李长山的衣服刚露头，一根箭朝着李长山的衣服射来。李来福第一时间对着弓箭射来的位置射了一箭。大哥，对面有高手，你起身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我来一箭解决了他。大哥的箭法那么好，我一站起来不就得给他给射死啊？你是不是当我彪啊？露个头就趴下身子，只要你在半秒内做到，他就打不中你。怎么连大哥的话都不听了？看着老大威胁的眼神，女人不情愿的点了点头，随后猛地起身又趴下了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土匪老大对着李来福刚刚射箭的位置射出了一箭，然而他却脸色一变，因为李来福并没有去管刚才的小弟，而是等到土匪老大起身才动手。大当家的睡啦，大家快撤！其实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。
大当家的，你好走，我们有机会再给你报仇。一时间，暗处的5、6个土匪立马快速的朝着山中跑去。想跑？快追啊！把他们抓到县里，那咱们可就立功了。你火啊，穷寇莫追的道理你都不懂。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是个头目。大哥，带上他的尸体，明天你把他包裹严实，骑着我的自行车去县里领赏。老三，这可是一具死尸，你哥他害怕。那你们2个一起去，就这具尸体，你们要是拉到公社，至少能领200块钱。当家的，这是挺好，我陪着你一起去。干了，一具尸体而已，还能诈尸了不成？当李来福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许玲玲难得的主动给了李来福一个拥抱。想我了吗？你干嘛？小妹还在呢，你们继续直接忽视我就行，我回屋去了。我亲我自己媳妇，谁能管得着？累一天了，我现在想睡觉，要不咱们睡觉去吧？讨厌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来福便打算去活捉金雕，随即先去找了木匠，做了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触发式栅栏门，随后便扛着往山里走，再走到没人的地方，立马收进了空间内，随后在舍利的带领下，快速朝着金雕所在的大胖小子，这你还想跟老三？当家的，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就想让你在村里抬起头来，我为你着想，你却打我。我还不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，还想让我理解你？我要是不学你，我就不是李长山。很快。
转眼已经是第2天，李来福被远处的犬吠声叫醒了。李来福连忙将大野猪从空间取出。来福哥19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来回收猎物的，这不是怕你们打到大型猎物没有办法带走，拖累了打猎进度。我们利用猎狗追踪你们的气味，2天一早找到你们，帮你们将猎物暂时运回去。来福哥，你这真的假的？昨天一个人就弄死了近300斤重的大野猪，哪还有假？这捕猎物都在这了吗？来福哥，你不是有只猞猁陪着吗？怎么没见他？他有任务，暂时离开了。那行，来福哥，注意安全。这个野猪我就帮你运回去了。李来福吃饱喝足后，便起身开始寻找猎物。在成功拿下一只梅花鹿后，出去办事的猞猁回来了，对着李来福叫个不停。见李来福没有反应，又围着李来福转了一圈，继续转身离开。这是要领着自己去其他地方吗？还是说那只金雕落入陷阱？跟随着猞猁来。出村子，明天一早找个板车拉去公社。村长，外面可是有野狼，晚上万一……按规矩办事，立刻执行。来。
当家的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没有那么多说道，反正只要你自己有数就行了。我媳妇发话了，那我就喝上2杯。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，我们老李家的老破小终于变成了现在高大上的4合院了。前几年我没长大，比较混，让我大哥二姐，让我媳妇小妹都跟着受了不少苦。现在我好起来了，我会加倍珍惜身边的人，带着大家一起致富。啥也不说了，都在酒里了。说着，李来福直接把杯子的酒一口闷了，一时间，整个房间里传来了欢声笑语。